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离奇的巧合，一个让我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越挖越深，越挖越觉得不对劲的巧合。就在2026年3月底，美国副总统万斯在一档播客节目里忽然说出了一句震惊全世界的话。他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外星人，我认为他们是恶魔。与此同时，一位已经预测准确超过45年的吠陀占星师乔尼·帕翠正在他的4月预测中警告全世界，4月13号前后，一场与能源有关的重大危机将彻底引爆，而4月19到20号，某位世界级领袖可能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更离奇的是，他提到的这些预言竟然和当下正在发生的中东战争、能源危机，以及美国政府即将公开的 UFO 档案，还有一个来自银河系中心方向的神秘星际天体，形成了一个诡异的四角闭环。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串在一起，好好看看2026年4月究竟是怎样一个大转折的月份。这期内容信息量非常大，建议你找个安静的地方，泡杯茶，慢慢听。你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开始。先从万斯的那句话说起。2026年3月27号，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接受保守派评论员班尼·强森的专访，地点就在白宫的副总统办公室。这是一场气氛轻松的对话，他们聊了很多话题，从经济到国家安全都有涉及。但当强森问到川普政府是否会公开所有 UFO 档案时，万斯的回答让所有人都愣住了。他先是笑了一下，然后说：我们正在处理这件事。说实话，当我刚上任的时候，我对 UFO 档案简直是痴迷的。我已经计划了好几次去51区的行程，还有去新墨西哥州的行程，结果每次时间都对不上。但后来你知道吗？你开始忙着担心经济和国家安全之类的事情，就暂时放下了。不过你放心，任何对这件事好奇的人，我比所有人都更好奇。我还有3年时间，处于最高机密分类的顶端，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搞清楚。到这里为止，一切都还算正常。一个副总统说他对 UFO 好奇，这不算什么新闻，但接下来的话就让全场空气凝固了。万斯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然后说出那句名言：我不认为他们是外星人，我认为他们是恶魔。不过这是一个更长的讨论。强森的表情明显变了，他当然不可能就这么放过副总统，赶紧追问到底什么意思。万斯接着解释说：你看，我认为那些在天上飞来飞去的天体存在，对人类做奇怪事情的存在，人们总想把所有超自然的东西，所有超越这个世界的东西都归类为外星人。但是每一个伟大的世界宗教，包括基督教，也就是我信仰的那个，都理解外面有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些东西非常难以解释。他接着说，当我听到某种超自然现象的时候，我自然会去想到基督教的理解，就是外面有很多善，但也有一些邪恶存在。而我认为，魔鬼最伟大的把戏之一，就是让人们相信他从未存在过。各位，这不是某个网络阴谋论者在地下室的镜头前胡说八道，这是美国副总统，一个天主教徒，一个曾经从无神论者转变为天主教徒的人，一个耶鲁法学院毕业生，一个写过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的作家，一个拥有美国政府最高机密权限的人。他在白宫的副总统办公室里，对着镜头用一种非常认真、非常笃定的语气说出这番话。你们注意到万斯的措辞有多精确吗？他没有否认那些现象的存在，他完全没有说 UFO 是假的，他没有说军方拍摄到的影片是伪造的，他没有说海军飞行员的目击报告是幻觉，或者是气球，或者是无人机。他承认那些东西是真实的，是确实存在的。他只是说他们的本质可能不是我们以为的那样，他们不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生物，他们是某种灵性的、超自然的，甚至可能是邪恶的存在。这就引出了一个人类思考了几千年的核心问题：那些在天空中出现的不明存在到底是什么？从古代苏美尔泥板上记载的天神安努纳奇，那些据说从天而降教导人类文明的存在，到圣经旧约创世纪里提到的拿非利人，那些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娶来为妻所生的巨人，到以诺书里详细描述的200位守望天使如何背叛天庭降临地球，教导人类禁忌的知识，包括武器制造、化妆术、占星术、
甚至草药学，到印度吠陀经里的天人和阿修罗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以及那些驾驶着维摩纳飞行器在天空中穿梭的古代存在，到中国山海经里描述的各种天外来客和飞天神兽，到日本古事记里从高天原降临的天照大神和他的神族，到北欧神话里跨越彩虹桥往返于阿斯加特和中土世界的奥丁和索尔，几乎每一个古老文明，无论他们相隔多远，无论他们之间有没有任何交流，都在说同一件事：天空中有一些存在，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的科技或能力远超人类，他们与人类互动，有时候帮助我们，有时候利用我们，有时候毁灭我们。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之中有善有恶。现代的 UFO 研究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一场革命。自从2017年美国国防部泄露了那几段海军拍摄到的不明飞行物影片之后，这个话题就从茶余饭后的阴谋论升级为严肃的国家安全议题。2022年5月，美国国会举行了50年来第一次公开的 UFO 听证会。那些穿着军装的高级军官坐在国会的证人席上，面对全国的电视观众，承认确实有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空中现象。五角大厦随后成立了专门的全域异常解析办公室 AARO， 到目前为止已经处理了超过2000个案例。然后到了2026年2月，事情忽然加速了。先是前总统奥巴马在一个播客节目的快问快答环节里脱口而出，外星人是真的，但我没见过他们，他们也没被关在51区，没有什么地下设施，除非有一个巨大的阴谋，而且他们对美国总统隐瞒了这件事。这句话一出来，全美国都炸锅了。奥巴马第二天赶紧在 Instagram 上澄清，说他的意思只是宇宙这么大，外面存在生命的几率很高，但他在任期间没有看到外星人接触地球的证据。他还特别强调了一句真的，但川普可不管你怎么澄清，川普直接在空军1号上对记者说，他泄露了机密信息，他不应该这样做。然后当记者追问川普本人是否见过外星人的证据时，川普的回答很耐人寻味。他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很多人相信。然后他狡黠地笑了一下说，如果我把这些信息解密，也许能帮他脱罪。就在当天晚上2月19号，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正式宣布，鉴于人们展现出的巨大兴趣，他将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其他相关部门开始识别和公开与外星人和外星生命、不明空中现象、不明飞行物有关的政府档案，以及与这些高度复杂但极其有趣和重要的事物相关的任何和所有其他信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立刻转发了川普的帖子，配上了一个外星人表情符号和一个敬礼表情符号。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告诉记者，敬请期待。而川普的儿媳拉拉·川普甚至在一个播客上暗示，总统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关于外星人的演讲稿，会在适当的时候发表。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听到这个消息后笑着说，关于外星人的演讲，这对我来说可是新闻。但他也没有否认。2月底，赫格塞斯在科罗拉多确认五角大厦正在推进 UFO 档案公开工作。3月初，川普政府注册了 aliens.gov 联邦域名。整个2026年春天， UFO 话题像被点燃的火药桶。而就在这时，万斯抛出了恶魔论，仿佛在说，你们以为公开的档案会证明外星人存在，也许打开的是一个比外星人可怕的多的潘朵拉盒子。好了，现在让我们转向第二个主角，乔尼·帕翠。如果你不知道乔尼·帕翠是谁，你可能会错过这个时代最离奇的寓言故事之一。乔尼是一位来自美国德州达拉斯的吠陀占星师，从业超过45年。他的 YouTube 频道拥有超过24万订阅者，总观看次数超过6300万。他出版了多本书籍，包括《世界预测2024到2042》。他在120多个国家的出版物中发表过文章。他的客户从纽约华尔街银行家到伊斯坦布尔的千禧一代都有。他获得过2015年吠陀之星年度奖和拉曼博士的占星冠冕奖。他还创办了吠陀占星大学，让全世界学生可以在线获得认证。但让他真正出名的是他的预测准确率。2011年，他提前1个月预测了日本大地震。
2024年，他预测到了针对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而在他2025年底录制的近6小时世界预测讲座中，他就提到了2026年初爆炸性的能量、油市动荡、全球领导层变化以及川普家族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是2025年12月，中东战争还没爆发，油价还在每桶60多美元。乔尼使用的费陀占星术，也叫乔提许，意为光之科学。这套系统起源于数千年前的印度，使用恒星系统而非西方的回归系统，两者因岁差了约24度。很多深入研究过的人发现，费陀占星术在预测世界事件方面准确的令人不安。在他的4月综合分析中，乔尼指出4月1号的满月落在哈斯塔纳克沙特拉，哈斯塔在梵文中意为手，象征精确、分析和揭露。他说这个满月会像聚光灯一样照亮全球系统中隐藏的不稳定性。同时，火星移入双鱼座，这是重大的集体星象转变。火星代表战争和行动力，双鱼座代表混乱、迷惑和灵性。当火星进入双鱼座，我们面对冲突的方式从直接暴力转向混乱但趋向解决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土星和海王星正在双鱼座形成合相，火星也加入，形成罕见的3星汇聚。土星代表结构和限制，海王星代表迷惑和超越。3星汇聚在象征终结和溶解的星座里，意味着旧结构瓦解和新真相浮现。人们会困惑，会迷失方向，但正是在这团迷雾中，如果保持清醒，你会看到从前看不到的东西。乔尼明确说，4月份我们面临全球经济的一个瓶颈，特别涉及石油供应以及运输和通讯部门的重大挫折。虽然这些延迟可能令人沮丧，但有一个深刻的转变正在发生。过去几个月的激烈暴力正在开始消退，这个月标志着一个朝向解决的过渡期。关键日期来了，4月13号前后，星象分析显示与能源和资源相关的重大压力节点。他在 X 平台4月13号的帖子标签用了小心这个词。4月19到20号，这个日期在多个星座预测中反复出现，且语气严肃。金牛座4月20号，注意朋友带来的分歧和迷惑。双鱼座极度小心因冲动导致的意外事故。狮子座4月20号前后心理困难的敏感时期。处女座合作关系问题在4月20号达到高峰。在世界层面，他的帖子用了世界、命运、领袖、问题这些标签。各位，让我们把乔尼的预测放在当下正在发生的残酷现实里来看。2026年3月初，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封锁荷姆兹海峡作为报复，只允许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通过，海峡通行量暴跌超过 90%。 这条海峡有多重要？全球约1/5的石油贸易和大量液化天然气都要经过这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伊拉克这些石油大国的出口几乎全部依赖这条通道。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全球经济的咽喉，掐住它，全世界的能源供应就会窒息。国际能源署用了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这个措辞，每天1100万桶石油从市场消失。要知道，新冠疫情封锁高峰期，全球石油需求也只是每天下降900万桶。这次的冲击比新冠还大，而且方向相反。新冠是需求消失，这次是供应消失。布伦特原油从年初每桶60多美元飙到3月初94美元，3月底逼近120美元。欧洲首当其冲，天然气存储量严冬后只剩约 30% 容量。荷兰天然气价格翻倍，超过每兆瓦时60欧元。一位欧洲议员对 BBC 说，和俄乌冲突后一样，不同的冲突，同样的欧洲分裂，同样的能源困境，我们不能一直打转。欧洲甚至面临停飞航班的风险。日本 94% 的原油进口来自中东。3月16号开始，从战略储备释放8000万桶。菲律宾出现能源危机，缅甸实施单双号限行，韩国人囤积塑料袋，总统说睡不着。孟加拉国关闭大学，埃及提前关餐厅，菲律宾周五关闭公共办公室，印尼燃料储备只够22天。亚洲多地出现大规模航班取消。美国油价从每加仑3美元飙到4美元以上。国际能源署4月初警告，供应中断
将进一步恶化，正考虑第二轮战略，石油储备释放。署长说形势极为严峻，释放储备只能减轻阵痛，不能治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如果战争继续，所有道路都通向更高价格和更慢增长。博彩市场认为4月底前停火概率只有 27%。乔尼说的4月13号能源瓶颈和现实几乎完美重叠，而4月19到20号的领袖消失预言，在中东战争白热化的背景下，某个关键人物出现重大变故完全可能。历史告诉我们，每场重大冲突的转折点往往都与某个关键人物的进退密切相关。在继续之前，我想聊聊乔尼所代表的古老预测传统和万斯恶魔论之间的交叉点，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对话。吠陀占星术不仅是预测工具，在印度传统中，它是一整套宇宙观。吠陀经里描述的宇宙是多层次的，有不同存在界域，天人住在更高维度，阿修罗是对抗力量，甘达婆是天上乐师，夜叉是自然界守护者，罗刹带有邪恶倾向。这些都不是外星人，但也不是人类，是不同层次的智慧体，有时候会与人类世界交集。基督教框架几乎完全对应天使、大天使、堕落天使和恶魔。以诺书描述200位守望天使降临地球，与人类女性结合，教导禁忌知识，触怒造物主，导致大洪水。伊斯兰教有精灵概念，由无烟之火创造，与人类共享地球，但通常不可见。中国道教有天庭神仙、地府鬼魂、山精水怪。日本神道教神灵无处不在，带恶意的灵体称为怨灵。全世界古老传统都在描述同一件事，一个多层次的现实，比人类更强大的存在，有善有恶，偶尔与人类互动。有趣的是，外星人论和恶魔论不一定矛盾。弦理论预测宇宙可能有10个甚至11个维度。如果某些存在生活在我们感知不到的维度中，他们既可以被称为外星人，也可以被称为灵性存在。他们从另一个维度进入我们的3维空间，就像3维的你把手指伸进2维的纸里，对纸上的2维居民来说，你的手指忽然出现又消失，就像超自然现象。他们不知道你来自上面，只知道有无法解释的东西入侵了他们的世界。万斯的恶魔论和勒布的外星人论可能是同一个硬币的2面，一个用信仰的望远镜看，一个用数学的望远镜看，而乔尼用的是第3种望远镜。在吠陀世界观里，每颗行星都是天神化身。土星是夏尼，天神代表业力；木星是布里哈斯，帕提代表智慧；火星是曼加拉，代表战争。当乔尼说行星排列带来能量转变，他是在说宇宙意识的模式在改变。乔尼在2026年预测中明确谈到，夏天将有关于外星生命的重大揭露，他称之为大冲击。如果你把所有线索排成时间线，你会看到不寒而栗的模式。2025年7月3 Atlas 被发现。2026年2月，奥巴马说外星人是真的，川普下令公开档案。3月中东战争爆发，地球抵达3 Atlas 轨迹最近点，火流星激增，万斯宣称恶魔论。4月，乔尼预测能源瓶颈和领袖消失。7月，他预测意识转变和大揭露，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安排这些事件的顺序。好了，现在来看那个星际访客。2025年7月1号，智利 Atlas 望远镜发现了人类观测到的第3个星际天体，命名为3 Atlas。它从银河系中心方向的射手座方位飞来，时速超过22万公里。NASA 动用了10多个太空任务观测它。哈勃拍到类低型尘埃云，韦伯发现其二氧化碳比例异常之高，与太阳系彗星截然不同。Swift 天文台探测到史上首次星际天体水蒸气信号，每秒喷射约40公斤，而它当时距离太阳远超大多数彗星开始活跃的距离。哈佛物理学家阿维勒布指出一系列统计上极不可能的巧合。3 Atlas 3月16号经过木星时，与木星希尔球半径几乎完全吻合，5360万公里对5350万公里，概率只有 0.005%。他推测3 Atlas 可能在木星拉格朗日点释放了人造装置，它的核心质量估计约10亿公吨，比之前2个星际天体大了好几个数量级。3月下旬，
地球抵达距离3 Atlas 轨迹最近位置后，美国流星学会报告火流星异常激增。勒布分析，如果碎片数月前以每秒3公里速度喷射，确实可能撞击地球。如果是10年前喷射的，所需速度只有每秒170米，和正常彗星活动差不多。NASA 说只是正常火流星季节，但勒布不太买账。突破0连计划用多个射电望远镜搜索 3I 除以 Atlas， 未发现技术信号，但指出没有发现不等于没有。ESA 4月公布更多观测数据， JOICE 探测器拍到清晰彗尾，欧罗巴快帆号可能在穿越其离子尾时收集到星际物质。想想看，我们的太空船可能实际接触到了来自另一个恒星系统的物质。3 Atlas 为什么从银河系中心方向飞来？前2个星际天体都不是从这个方向。银河系中心在很多古老文明中有特殊意义，玛雅人认为那是通往冥界的入口，吠陀传统视其为宇宙意识源头。一个从那方向飞来的天体，物理上当然可能，但象征意义上仿佛带有某种讯息。勒布被问到万斯恶魔论时说，我对万斯观点没问题，但我的框架不是恶魔，而是外星人。如果看到外星技术，应想象成我们本性中更好的天使。为什么不乐观？我们只有科学技术100年，大多数恒星比太阳早几十亿年形成。我们应该对一种可能性保持开放，那就是我们可能不是银河系食物链顶端的存在。3个不同背景的人，3种不同框架，指向同一方向。2026年，人类对自身在宇宙中位置的理解可能根本性改变，而改变的背景恰恰是一场撼动全球的危机。仿佛某种更大的力量在说，只有当旧秩序崩塌的时候，新的认知才有空间进入。如果7月真有披露，而万斯3月就说了恶魔论，这是提前的框架设定吗？用宗教语言包装，比直接说外星人更容易被数十亿信徒接受。而那些投资了可再生能源的国家正展现韧性。中国 12% 的车队是电动的。2025年化石燃料发电量下降。西班牙风能、太阳能使电价降了 75%。台湾重启核能项目。英国和德国大量采购太阳能板。能源危机不仅是经济灾难，也是催化剂。旧石油秩序正在瓦解，新清洁能源秩序正在浮现。乔尼说的旧结构瓦解和新可能性浮现，也许能源转型就是这个宇宙信息在物质层面的体现。石油不仅是燃料，它是塑料、化肥、药品、合成纤维的原料。石油供应切断影响的不只是加油站价格，是整个现代生活根基在动摇。化肥短缺的下一步是粮食危机。2010年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线之一就是粮食价格飙升。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它会押韵。在整理今天内容的过程中，我反复阅读了万斯完整采访、乔尼的预测影片、勒布的论文、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我越看越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来自完全不同领域的信息之间那种隐隐约约的共振不像巧合。一位占星师2025年底预测石油危机，2个月后战争爆发。他预测4月能源瓶颈，国际能源署4月确认供应恶化。另一条时间线上，美国加速 UFO 公开，又一条时间线上，星际天体闯入太阳系。3条独立时间线在4月形成交汇点。也许最终什么也不会发生，也许4月13号油价只是小幅波动，也许4月20号所有领袖安然无恙。如果是这样，我们至少度过了一段有趣的思考时光。但如果乔尼的预测哪怕有一个应验了呢？那我们就需要非常认真看待他关于7月大揭露的预测，因为这意味着他观察宇宙的方法确实在捕捉某种我们还不理解的信息。勒布教授说得好，我们只拥有科学技术100年，而宇宙已存在138亿年。大多数恒星比太阳早几十亿年形成。围绕那些恒星的行星上，如果进化出智慧生命，它们文明可能比我们先进几十亿年。也许对他们来说，穿越维度就像我们开车过桥一样简单。也许他们在古代人类眼中就是天使或恶魔。也许他们偶尔留下的痕迹就是我们所说的 UFO。万斯说，魔鬼最伟大的把戏是让人们相信他从未存在过。反过来想，如果某种超越人类的存在确实存在，他最伟大的把戏会不会是让我们以为它只是一颗自然彗星，只是一个光学错觉？
只是天气气球。在一个连美国副总统都说 UFO 可能是恶魔的时代，在一个星际天体刚从银河系中心飞过来并留下无数谜团的时代，在一个全球能源秩序正在被战争重新洗牌的时代，在一个古老占星术的预测与地缘政治现实诡异重叠的时代，也许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是天真，而是一种深刻的智慧。4月13号、4月19到20号，记得回来看看乔尼的预测是否应验。如果应验了，7月的大披露就更值得期待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觉得这些巧合让你头皮发麻，记得点赞订阅，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那个总是仰望天空的朋友。我们下期见，到时候也许世界已经不一样了。让我在这里展开说一下，为什么我认为这3条看似毫不相关的线索之间的联系值得我们认真对待。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乔尼·帕翠的预测不是事后诸葛亮，他的2026年世界预测讲座是在2025年12月6号录制的。那时候中东战争还没有爆发的迹象，油价稳稳当当地待在每桶60几美元。他在那场近6个小时的讲座中，基于行星的运动轨迹推导出2026年初会有石油市场的剧烈动荡。2个多月后，伊朗战争爆发，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飙升 50% 以上。你可以说这是巧合，但如果你研究过乔尼过去10几年的预测记录，你会发现这样的巧合出现的频率高到令人不安。他曾经在2025年初的一段预测影片中谈到全球局势的大图景。他说2026年会有一波关于真相的浪潮在2月份左右涌来，7月份前后会有和平与进步方面的突破，而8月份将发生一个改变世界的大事件。到了年底，全球的领导层和政府将发生转型。当时听起来像是泛泛之谈，但现在回头看，2月份的真相浪潮不就是奥巴马的外星人是真的那番话引发的全球性 UFO 讨论吗？而他说的7月和平突破以及8月大事件，正好对应他在最新预测中反复强调的7月意识转变和大揭露。其次，从信息维度来看，万斯的恶魔论表面上是一个宗教保守派在用圣经的语言解读不明现象，但如果你仔细听他的完整采访，你会发现他的表述非常谨慎。他没有说所有不明现象都是恶魔，他说的是，我自然的倾向于用基督教的理解来看待这些事情，这是一个信仰声明，不是一个情报简报。但问题是，他是在什么背景下做出这个信仰声明的？他是在川普刚刚下令公开 UFO 档案之后，在国防部长已经表态配合之后，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在等待某种重大揭露的时候，选择在一个全国性的播客上说出这番话。你不觉得这个时机选得太巧了吗？如果万斯只是随便分享他的个人信仰，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说这番话，但他偏偏选择在 UFO 话题最火热的时候，在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外星人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上的时候，说出他们不是外星人，他们是恶魔。这更像是一种策略性的框架设定，而不是一个随意的信仰表达。试想一下这个场景，假设美国政府真的掌握了某些关于不明现象的重要信息，假设这些信息即将以某种方式被公开，那么在公开之前，政府会怎么做？他们需要管理公众的预期和反应。如果公开的信息显示那些现象确实不是任何已知的人类技术，那么公众会问，那他们是什么？如果政府直接说我们不知道，那公众会恐慌。如果说是外星人，那公众可能更恐慌。但如果已经有一个副总统提前把这些现象框架在宗教叙事里，说他们是灵性存在，是善恶之争的一部分，那么公众的反应就会被导向一个相对可控的方向。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有某种宗教信仰，善恶之争是他们从小到大的思想框架，他们可以在这个框架里消化任何新信息。第三，从科学维度来看，勒布教授关于3 Atlas 的分析是最让我毛骨悚然的部分。勒布不是什么民间科学家，他是哈佛大学天文学系的终身教授，曾经担任系主任。他主导的伽利略计划是世界上第一个系统性搜索外星技术的学术项目，他的每一篇论文都经过同行评审，所以当他指出3 Atlas
经过木星的距离与木星希尔球半径的吻合概率只有5/1000的时候，这不是信口开河，这是严格的数学计算。而且他不是唯一一个觉得3 Atlas 有些不对劲的科学家。天文学家马歇尔·尤班克斯计算出 NASA 的普赛克太空船在2025年9月与3 Atlas 相距仅 0.3 个天文单位，大约4500万公里。木星冰月探测器 JUICE 在11月更是接近到 0.43 个天文单位。这些太空船都尝试了对3 Atlas 的观测。JUICE 的观测数据在2026年2月才传回地球，目前正在分析中。而2026年3月到4月间，地球上火流星的异常激增，至今没有令人完全满意的解释。NASA 说这是正常的火流星季节，但勒布指出的时间巧合是客观存在的。地球抵达距离3 Atlas 轨迹最近点的时间和火流星激增的时间确实存在重叠，这不能证明什么，但也不应该被轻易忽视。最后，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你会看到一个让人既兴奋又不安的图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多条重大事件线同时交汇的历史时刻，全球能源秩序正在被战争重塑，人类首次有能力系统性地研究来自其他恒星系统的天体，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府正在准备公开它隐藏了几十年的不明现象档案。而一位有45年预测经验的占星师说，这一切只是前奏，真正的高潮在7月。我不知道7月会发生什么，也许什么也不会发生。但如果乔尼的4月预测应验了，哪怕只应验了一部分，那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他的7月预测也值得认真对待。从化区，英国央行的调查显示，面临更高投入成本的企业比例急剧上升，远远超过那些能够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企业比例。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在默默承担更高的成本，但他们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迟早有一天，加油站的价格、超市货架上的价格，甚至你叫外卖的价格，都会反映出这场能源冲击的真实影响。如果你在亚洲，情况也许更加直接。菲律宾已经在经历能源危机，泰国和越南的政府官员被鼓励在家工作以节省燃料，缅甸的汽车只能隔天上路。想象一下，你每天开车上班，突然被告知只有单号日期才能开车，你的生活会被打乱成什么样子？而这不是假设，这是2026年4月地球上数亿人正在经历的现实。即使在相对受保护的美国，影响也越来越明显了。汽油价格在1个月内上涨了超过 30%， 每加仑4美元，甚至4块5美元的油价，意味着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每个月在加油上要多花几百美元。对于那些本来就生活拮据的家庭来说，这不是一个数字，这是少吃一顿饭、少买一件衣服、少带孩子去看一次医生的差别。而国际能源署的分析师们已经开始用一个让人担忧的词语来形容当前局势：需求破坏。什么意思？就是能源价格高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不是因为节能环保而减少消费，而是因为根本用不起了而被迫减少消费。家庭减少开车，企业减少生产，航空公司取消航班，这听起来很像是经济衰退的前奏。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公开说，投资者对加息的预期走得太快了，这暗示他并不认为通胀是过度需求导致的，而是能源冲击导致的。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通过加息来冷却，后者加息只会雪上加霜。所以你看，无论你相不相信占星术，无论你觉得 UFO 是外星人还是恶魔还是什么都不是，这场能源危机对你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是每天都在发生的。而乔尼·帕翠所做的，某种程度上就是用他的工具提前看到了这场冲击的时间线。你可以不认同他的方法，但你很难无视他的结果。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万斯的恶魔论。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宗教框架，但你不能否认他说出这番话的时机和语境是非常刻意的。一个拥有最高机密权限的副总统，在 UFO 档案即将被公开的时候，选择用恶魔而不是外星人来定义那些不明现象。无论他的动机是什么，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分析的政治信号。而勒布教授关于3 Atlas 的分析虽然充满争议，但他提出的每一个数据点都是可以被独立验证的。木星希尔球半径的吻合，碎片撞击地球的时间窗口，挥发中异常的化学成分，这些都是硬数据，
不是主观臆测。科学界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他们不能否认他的数据。所以最终的问题是，当你把所有这些数据点放在一起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了一堆毫不相干的巧合，还是看到了一个巨大拼图中逐渐显现的图案？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2026年的4月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都保持清醒和警觉的月份。能源危机在发酵，地缘政治在重组，天空中的谜团在增加，而古老的预言和现代的政治信号在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相互呼应。说到这里，我想起勒布教授在接受新闻直播采访时说的最后一段话。主持人问他，如果我们假设万斯看到或听到了什么，让他做出这种宗教性质的解读，是不是意味着不管那些现象是什么，他们给人的感觉是邪恶的？是不是流行文化把外星人塑造成邪恶入侵者的那种叙事在这里起作用了？勒布回答说，是的，我认为走得太远了。因为我领导住伽利略计划，我们已经建造了3座天文台，我们正在用人工智能算法分析数百万个天空物体，寻找超出人类技术性能范围的异常值。我的态度是，我们应该关注证据，证据应该引导我们，而不是先入为主的信仰框架。这句话让我深思良久。证据应该引导我们，不是信仰，不是恐惧，不是成见，而是证据。而2026年4月正在提供的证据是什么？全球石油市场的证据说，人类文明建立在一个脆弱的超乎想象的能源基础上。占星术的证据说，行星排列和历史上类似的大事件之间存在某种令人不安的相关性。科学的证据说，一个来自银河系中心方向的星际天体展现出一些目前无法完全解释的特征。政治的证据说，地球上最有权力的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走向 UFO 信息公开。所有这些证据加在一起，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刻，一个多条重大事件线同时交汇的时刻。也许这个时刻会过去，什么都不会改变；也许这个时刻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转折点之一。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保持注意力，保持好奇，保持清醒，记住那些日期：4月13号、4月19到20号、7月。如果你最近有在关注国际局势，你一定也感觉到了，2026年这个世界好像随时都要出事。从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到法国500年前的诺查丹马斯，再到印度神童阿南德，甚至连泰国的 Play 师傅和秘鲁的萨满巫师，他们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件事情，那就是2026年，人类正在走进一个400年一遇的超级风暴眼，而这场风暴最猛烈的时刻，很可能就落在6月底到7月这段时间。你可能会说，预言这种东西听听就好，别当真。没错，我也不是叫你恐慌，但是当全世界这么多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理位置，互相之间根本没有联系的通灵者和占星师全部都把手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的时候，你不觉得这件事本身就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吗？今天这期影片，我会把所有的预言线索结合真实发生的国际事件，帮你做一次最完整的深度梳理。看完之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提前做好准备。我们先从印度神童阿南德说起。阿南德这个名字大家应该不陌生了，他全名叫阿比吉亚·阿南德，是一位来自印度的吠陀占星师。这个年轻人在10多岁的时候就因为精准的疫情预言而一炮走红。他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前，就已经在 YouTube 频道上发布影片警告，全球会出现大规模瘟疫。虽然在具体时间和传播方式等细节上不完全准确，但大方向确实让很多人吓了一跳。从那以后，每逢年底或年初，他发布的预言影片都会引起全球数百万人的关注和讨论。据印度当地的媒体报道，他的影响力已经大到有地区要员专门派直升机去接他举行占星仪式的程度，可见他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号召力有多强。当然了，质疑声也从来没有停过。有人指出他出身富裕家庭，有人说他的预言往往措辞模糊，事后怎么解读都说得通。这些批评不无道理，但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不是阿南德一个人的可信度，而是当他的预言和全球其他预言家的说法出现了惊人的重叠时，这个巧合本身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了。
到了2025年12月24日，也就是平安夜那天，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发布了一支震撼影片。这支影片的核心讯息是什么呢？他说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捩点。注意这个用词，400年一遇。上一次出现类似的天象格局和能量转换是在17世纪初，那个年代欧洲正经历30年战争，全球格局正在被彻底重塑。阿南德的分析基础是吠陀占星术，他观察到土星和裸体等重要星体在2026年的位置形成了极为罕见的排列。他说自从2020年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不稳定时代，各种冲突越来越频繁，因战争和冲突造成的平民伤亡数字在明显暴增，从新冠疫情到俄乌战争，从以巴冲突到全球贸易战，从通货膨胀到 AI 带来的失业潮。而2026年不仅仅是这个趋势的延续，更是一个可能彻底改写世界格局的转折点。那他具体说了什么呢？首先，他根据星盘推演，锁定了2026年3个最危险的时间窗口。第一个是2026年4月下半月。阿南德解释说，这段时间星象排列会形成特殊的火象三角，这种天象配置会激发冲突和暴力能量，恐怖攻击和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将急剧上升。回头看看，今年4月的国际局势确实让人捏了一把冷汗，中东的硝烟还没散，印巴关系也在持续恶化。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聊的7月24日前后大约10到20天的范围，也就是从7月中旬一直延伸到8月初这段时间。阿南德把这个时段定义为能量逆转期。什么意思呢？他说在这段时间里，星象变化会导致地球的能量场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各种负面事件特别容易被触发，无论是自然灾害、地缘冲突、金融动荡还是突发的恐怖攻击，在这个时间窗口里发生的概率都会大大增加。第3个危险窗口落在11月中旬，届时星象将形成罕见的十字排列，国际紧张局势可能在这个时候达到全年的最高点。你注意到了吗？3个时间点里面，7月那一波被描述的最具体也最凶险，而且阿南德还特别点明了4个高风险地区。第一是中国，尤其是西北和东北地带，他认为那里存在10年未见的地缘风险窗口，甚至不排除突发性恐怖事件。第二是菲律宾，他认为菲律宾可能成为区域冲突的新爆点。第3是北韩，他特别强调，如果北韩在2026年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而是会像骨牌效应一样波及整个自由世界。第4是日本，他认为日本面临自然灾害和地缘风险的双重压力。不过阿南德也并非全然悲观，他在影片最后特别提到，2026年也可能是医学、数学和科学领域迎来重大突破的一年，尤其是在医疗科技方面会出现令人惊喜的进展。他呼吁大家在提高警觉的同时，也要保持正面的心态。但在正面结尾之前，阿南德还列出了他认为2026年全世界需要特别警惕的10大危机清单。第一是地缘政治危机，包括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南北韩的对峙。第二是气候危机，洪水、干旱、火山爆发、地震将在地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发生。第三是关税和通膨危机，经济、金融和加密货币都可能遭受重挫。第四是 AI 人工智能的危机，他特别强调 AI 不会取代人类，但不懂 AI 的人类会被社会淘汰。第五是粮食危机，他认为这是未来20年人类要面临的最严重问题。第6到第10分别是生存危机、健康危机、碳排放危机、历史传承的危机和地球环境的危机。你注意到了吗？粮食危机被他特别标注为未来20年最严重的问题，这不是空穴来风。全球人口持续增长，可耕地面积在减少，气候变化在破坏农业生产，地缘冲突在切断粮食贸易路线。如果2026年的6、7月份真的发生了预言家们所警告的重大事件，粮食供应链很可能首当其冲。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指出，阿南德的预言并非百发百中。他曾经预测2020年会爆发由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参与的第3次世界大战，结果并没有发生。他还预言2021年2月全球经济崩盘，
但当时全球股市虽然有波动，却仍然处于高位。事隔数天之后，他甚至还专门录了一支影片澄清，说他从来没有预言中国会崩溃，要大家不要轻信网络上的断章取义。所以预言这种东西确实只能当参考，不能盲信。但问题在于，他这次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接下来我们说另一位预言家，他的说法几乎完美的与阿南德呼应。这位就是被称为末日先知，也被英国媒体封为新诺查丹马斯的克雷格·帕克。帕克是英国人，和他妻子珍一起从事通灵和预言工作已经几十年了。他在 YouTube 上有超过23万的订阅者，声称自己成功预测过英国女王去世、川普2016年当选，甚至新冠疫情的爆发。帕克在2026年初的最新预测中提出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时间框架。他说4月15日到11月15日之间，整整7个月的时间都是极度危险的周期。你有没有觉得这个7个月很眼熟？没错，待会我们说到诺查丹马斯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帕克在这7个月里面特别标注了8月12日这个日期。他说那天是新月之夜，木星、太阳和月亮会同时聚集在巨蟹座，形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能量触发点。这一天可能会成为某个重大事件的导火索。更让人不安的是，帕克对自然灾害的预测，他预言日本周边可能因为海底火山喷发而产生一团巨大的致命毒气云。他还预言在10月和11月左右，印度南部将面临大规模海啸的袭击。这个讯息他声称来自印度纳迪叶占卜中湿婆神的开示。但帕克说的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句话是什么呢？他暗示这些所谓的自然灾害可能不完全是天然的。他的原话大意是说，日本的海底火山爆发可能不仅仅是天灾，或许是某种间接战争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就是有国家可能通过人为手段触发自然灾害，让它在外观上看起来完全不像是军事攻击。你可能觉得这太科幻了，太荒唐了。但你知道吗？美国空军早在1996年就发表过一份名为在2025年掌控天气的研究报告，探讨如何将气象作为军事武器使用。而地震武器的概念在冷战期间就已经被美苏两国认真研究过了。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一定存在并且已经被实际运用，但至少它们并非完全不可能。帕克本人也强调说，他分享这些预言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发送正面的思想和祈祷，来减轻可能的冲击。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古老的预言。米歇尔·德诺特·雷达姆，也就是我们熟知的诺查丹马斯，这位16世纪的法国占星师兼医师，他的百诗集出版于1555年，距今已经将近500年了，但至今仍然是全球被讨论最多的预言文本之一。诺查丹马斯的预言以晦涩的4行诗形式写成，混合了拉丁文和古法语，解读起来非常困难。但他的追随者们坚信，他成功预测了法国大革命、希特勒的崛起、911恐怖攻击，甚至新冠疫情。每到新年，他的诗句都会被重新检视和解读。关于2026年，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编号26的诗句。很多研究者认为，百诗集中编号对应年份，所以编号26的诗句就是在预言2026年。这段诗句中写道：7个月的大战，人们因邪恶而死亡。鲁王和埃夫勒，国王不会失败。7个月的大战，如果从某个冲突的引爆点开始算起，比如说从2026年的某个春末或初夏开始，那7个月战争的时间框架恰好覆盖了6月到次年1月，而6月底到7月正是这场大战可能的起点或者第一个高峰期。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另一段诗句，诺查丹马斯写道：当火星主宰星辰之路，人血将洒满圣殿，3团火焰从东方升起，而西方则在寂静中失去光明。这段话的意象非常强烈，3团火焰从东方升起，被很多解读者认为是指亚洲地区3个可能同时爆发或者连锁爆发的冲突热点。会是哪3个？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海、中东，每一个都是现实中正在持续升温的火药桶。而西方在寂静中失去光明，则被解读为欧洲和美国可能在这些冲突中被拖入严重的经济衰退，甚至社会动荡，失去他们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光芒。
还有一段关于海战的预言也非常值得注意。诺查丹马斯在另一首编号26的诗句中提到了7艘船舰被包围引发冲突，有研究者把这段解读为可能指向南海的主权争端。我们都知道南海问题涉及中国、台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多方势力，而且近年来这个区域的军事对峙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菲律宾和中国围绕仁爱礁的对抗已经不止一次，差点擦枪走火了。如果在2026年这个多重预言交叉的敏感时间节点上，任何一方做出了挑衅性的军事行动，或者发生了意外的摩擦升级，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说到诺查丹马斯，就不能不提一个有趣的数学巧合，他的百诗集里面的诗句被认为和年份有对应关系，而编号26的诗句恰好出现了多首。有人统计过，至少有3到4首不同世纪篇章中的第26首4行诗都包含了战争、冲突和动荡的意象。这是不是说明诺查丹马斯在他的体系中特别标注了2026年？我们不得而知。但如果你相信这个对应关系的话，那2026年在他的预言宇宙中确实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说完古代先知，我们来看看近代最著名的预言家之一保加利亚的盲眼龙婆巴巴万加。巴巴万加在1911年出生，12岁时因为一场神秘的风暴失去了视力，但据说从此获得了预见未来的能力。他在1996年去世，享年85岁。在他生前，他的预言主要在东欧地区流传，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他的名声传遍了全世界。巴巴万加据说成功预测过不少重大事件，戴安娜王妃的去世、911恐怖攻击、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英国脱欧，还有2020年的新冠疫情。他甚至在2022年就曾预言英国会发生严重洪灾。当然也有人质疑这些是事后附会，因为他生前的预言记录很多都是由身边的人口述转载的，原始文本的可靠性确实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是真实存在的。每年年底，他的预言都会被各大媒体翻出来重新检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在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联手打击伊朗之后，大量网民翻出龙婆此前的预言，惊呼他早就预测过2026年的战火会烧到中东。虽然预言的具体措辞是否真的精确指向了这一事件仍有争议，但这个时间上的巧合确实让他的信徒们兴奋不已。那么龙婆对2026年到底说了什么呢？根据英国《每日镜报》和多家外媒的汇整，龙婆追随者对他笔记的解读中，2026年至少涉及4大核心预言，每一条都让人背脊发凉。第一，大规模战争。龙婆预言2026年将爆发一场涉及世界主要大国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各大洲，主战场可能从东欧燃烧到中东与亚太地区。他甚至暗示东方阵营最终会击败西方阵营，欧洲多国将沦为焦土，核武阴影笼罩全球，数亿人将流离失所。更让台湾人心惊的是，有部分解读指出，龙婆似乎预言了中国与台湾之间将发生重大事件，并且这个事件可能引发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军事对抗。如果这个解读是准确的，那结合阿南德点名的亚洲4国高风险地区和诺查丹马斯的东方3团火焰，3位来自完全不同时代和文化的预言者竟然都指向了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方向。第二，毁灭性天灾。龙婆预言2026年全球 7% 到 8% 的陆地将被天灾吞噬。他预见了地震与火山爆发的毁灭性结合，还会伴随极端天气的影响，沿海城市和岛国首当其冲，数亿人可能无家可归。第三，金融危机。龙婆的预言中还暗示2026年可能发生第3次全球金融危机，或者至少是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意味着股市崩盘、高通膨，甚至货币崩溃都有可能出现。第四， AI 的失控。龙婆预言2026年将是人工智能彻底改变工业和日常生活的元年，甚至可能出现 AI 反扑人类的潜在危机。在2026年的今天， AI 的发展速度确实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大规模裁员、深度伪造技术、被滥用自动化武器的研发，这些已经不再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主流预言家，还有一些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声音也值得一听。泰国被民间称为神级命理师的 Play 师傅，在接受泰国网台访问时直言2026年是一个非常凶的火马年，比2025年更加动荡，火灾、水灾、地震、战争会齐齐出现。但他说最可怕的其实不是这些看得见的灾难，而是一种他称之为 X 疾病的东西。他形容这是一种混合型的新型疾病，由古老的疾病和人为实验室成分混合而成，传染力极强。他的灵视画面中同时出现了结核病和黑死病这两个关键词，暗示这种新病可能结合了两者的致命特质。更让人胆寒的是他说的传播方式不会一次性全球大爆发，而是像花瓣掉落、树叶凋零一样分批夺命。不同地区的爆发时间也不完全同步，像一场看不见的慢性屠杀。在部分国家甚至会出现尸体多到令人麻木的恐怖景象。Play 师傅还预言2026年会有真正的战争，但他强调更危险的是隐形战争。什么是隐形战争？就是在局部地区试验性释放的生物武器，不是全面战争，不会出现封国封城的画面，但社会上会出现越来越多查不出原因的怪病，难以治愈的肺炎，异常严重的腹泻，以及其他各种离奇的症状。他甚至看到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冲突会向外扩散，影响到完全不相关的其他地区。他还说2026年接近新年时期，社区需要提防非庆祝用烟火引发的爆炸事故。这段话听起来可能有点模糊，但如果放在恐怖攻击的语境下去理解，就不那么模糊了。在人群密集的节庆场合制造爆炸事故，这几乎是恐怖分子最常见的作案模式。他还特别提醒2026年上半年以英文字母 HJT 开头的国家或地区旅行风险较高，建议带小孩或老人的家庭延后前往。虽然他没有明说具体是哪些地方，但网友们纷纷猜测 H 可能是香港或者海地， J 可能是日本或者约旦， T 可能是台湾或者泰国或者土耳其。当然这些都只是猜测，但如果你碰巧在6、7月份有前往这些地方的旅行计划，多留个心眼总是没坏处的。他的另一个预言是关于气候的，他形容2026年是雨水过多的一年，雨量多到好像天漏了一样，部分地区可能成为风暴反复经过的固定通道。他甚至感觉到地球的中心点似乎有偏移，整个气候结构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东南亚的沿岸地区会逐步变成新的风暴前线，这对居住在太平洋台风带上的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 Play 师傅最后还提到了空难，他说2026年仍可能出现非常可怕的飞机事故，提醒大家搭机前要格外留意航空公司的安全记录。回想一下2024年底和2025年初接连发生的几起航空事故，这个警告真的不能当耳边风。地球另一端的秘鲁，萨满巫师们在2025年12月29日举行了1年1度的迎新年仪式。一群穿着传统斗篷的萨满齐聚利马的海滩上，焚香祈祷，饮用死藤水和圣佩德罗仙人掌调制的致幻饮品，进入通灵状态后对2026年做出了预言。他们的预言中最震撼的一条是，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冲突将急剧升温，甚至可能引爆第3次世界大战。他们还预言川普可能会生重病，形容他非常焦虑，所以萨满们还特地在仪式中为他进行了能量净化。此外，他们还预测全世界各地将发生非常严重的地震。萨满的预言命中率确实参差不齐，他们在2024年初曾警告以色列和加萨会爆发核战，结果并没有发生核战。虽然常规战争确实打得很惨烈，但他们在2023年底成功预言了秘鲁前总统滕森谦也会在12个月内去世。结果滕森果然在2024年9月因癌症病逝，所以他们的预言也不能完全忽视。除了上面这些预言家之外，美国密西西比州的灵媒吉尔杰克森也做出了类似的警告。这位曾2度获得年度最佳灵媒称号的通灵师，在一个知名的 podcast 节目上表示，2026年会出现大量的经济动荡，很多人会失业，被迫搬家，甚至彻底改变人生方向。他特别强调，地震和自然灾害会持续困扰全球，尤其是亚洲和美国西海岸。而他关于日本地震的预言，
在2026年的第1个星期就应验了。全球记录到近100起瑞士规模 4.5 以上的地震，菲律宾更是发生了 6.4 级的强震。它还预言了持续的水灾和极端气候事件，提醒人们要特别注意与水相关的灾害。当你把全世界这些来自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地区的预言者的声音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一个令人不安的共识就浮现出来了。他们都在说2026年不平静，他们都在说要做好准备，他们都在指向夏天前后那段时间。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某种集体直觉？科学无法解释，但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不能完全忽视。讲了这么多预言，让我们回到冷冰冰的现实世界看看。2026年才过了3个多月，但已经发生了足以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先说最炸裂的一件，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在空袭中丧生，数十名高级军事和政治官员同时遇难，核设施也遭到精准打击。这是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最重大的军事行动之一，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中东的权力格局。帕克此前曾明确预言会有针对伊朗核设施和领导层的定点打击，他甚至预测行动会迅速升级，然后突然停止。结果真的几乎按照他说的剧本在走。盲眼龙婆的追随者们更是激动地宣称，龙婆早就预言过2026年战火会从东欧烧到中东，这不正在应验吗？再看亚太地区，俄乌战争已经打了超过4年，战场上陷入了泥沼般的消耗战，两边都精疲力竭，却谁也不肯先低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在2026年明显升温，边境冲突的频率和烈度都在增加。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可以说是一触即发的程度。中国在2025年底对台湾进行了新一轮军演，日本高市早苗的相关发言更是火上浇油，刺激到了中国对台湾问题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就在那之后不久，台湾又发生了瑞士规模7的强烈地震，好像老天爷都在配合着给这个区域添乱似的。原子科学家公报刚刚把象征人类自我毁灭倒计时的末日钟拨到了距离午夜仅剩85秒的位置，比去年又逼近了4秒，创下历史新纪录。科学家们指出了3大原因：核武扩散的风险在急剧上升，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开始脱离人类的控制能力，地缘政治的多点崩塌正在同时发生，而台湾更是被直接点名为全球风险评估中的关键因素。你看看，连最冷静理性的科学家群体都在拉响警报了。除了地缘政治的火药桶，经济方面同样令人担忧。全球通膨压力还没有完全消退，美国的关税政策持续扰乱国际贸易秩序，很多经济学家都在警告2026年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川普政府的强硬贸易政策让全球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这意味着物价可能继续上涨，工作可能更难找，手里的钱可能越来越不值钱。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但非常重要的天文事件，2026年2月20日，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完成了合相，这是36年才会发生一次的超级天象。上一次这个合相是什么时候？1989年。那一年发生了什么？柏林围墙倒塌，东欧剧变，冷战结束，整个世界秩序被彻底推翻重建。再上一次，1953年，韩战结束，斯大林去世。再往前推一个周期，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转折年，俄国爆发10月革命。你发现规律了吗？每一次土星海王星合相的年份都是旧秩序崩塌、新秩序诞生的关键节点。而这一次合相发生的位置更加特殊，白羊座0度是整个黄道12宫的起始点，被占星学界称为宇宙的重启按钮。通俗的说，就是一切归零，然后重新开始。这个合相的能量不会在2月那天就消失，它会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整个2026年持续发芽、持续发酵，持续推动着旧世界的瓦解和新世界的建立。让我们把所有的线索串在一起，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在标题里说6月底到7月是高风险期了。先看天象层面，土星海王星合相的能量在2月种下了种子，经过4-5个月的酝酿，到了6-7月份应该已经充分发酵了。
而8月即将启动的日月食周期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催化剂。在占星学的传统中，日食和月食向来被视为重大变动的引爆点。2026年8月的食相恰好落在狮子座和水瓶座的轴线上。历史上每当这个轴线出现食相，往往伴随着权力的更迭、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冲突。而日月食的能量影响通常不是只在食相当天才出现，它的效力往往在食相前后各1到2个月就开始显现了。所以7月恰恰就是8月食相能量开始提前释放的时候。再看各位预言家的时间标注，阿南德标注的能量逆转期核心时段是7月24日前后各10天，也就是从7月15日左右到8月初这段时间。帕克划定的超级危险周期从4月15日开始到11月15日结束，而7月恰好落在这个长达7个月的危险周期正中央，是能量最集中、最活跃的时段。诺查丹马斯预言的7个月大战，如果从年初的某个引爆点开始计算的话，到7月正好是战事可能进入最惨烈阶段的时候。而帕克特别标注的8月12日新月出发点就紧跟在7月危险窗口的后面，形成了一个连续的高风险地带。再从历史规律来看，夏季本来就是地缘冲突的多发季节，更长的日照时间意味着更多的军事行动窗口，各国的粮食收获季集中在夏末秋初，任何在这之前爆发的大规模冲突都会对全球粮食供应链造成毁灭性的打击。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全球小麦价格暴涨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6、7月份真的出现更大规模的冲突，粮食危机将会迅速从局部蔓延到全球。从金融市场的角度看，6、7月同样是传统上容易出问题的时段。华尔街有句老话叫做5月卖出然后走人，意思是5月之后到秋天之前，股市表现往往较差。而历史上几次大型金融危机的爆发也确实有不少集中在下半年。如果叠加上地缘政治的黑天鹅事件、8月食相带来的市场恐慌，以及各国央行可能被迫做出的政策调整，2026年夏天的金融市场恐怕会非常刺激。最后还有一个心理层面的因素，记得2025年发生的事情吗？日本漫画家龙树亮曾经在他的书里预言，2025年7月5日，日本南海会发生大海啸，毁灭日本国土。这个预言虽然最终并没有应验，但在那之前的6、7月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港台赴日旅客数量大幅下降，航空和旅游业遭受了严重的冲击。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即使预言本身没有成真，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相信它即将成真，光是恐慌所引发的抢购潮、资金外逃和市场动荡本身就已经足以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了。而2026年面对的情况比龙树亮的那本书要严重得多。这次不是一个预言家在孤独地喊狼来了，而是来自欧洲、亚洲、南美洲多个完全不同传统的预言者在同时拉响警报。如果到了6、7月份，这些预言被更多人知道，并且开始在社群媒体上病毒式传播，即使预言本身不准确，由恐慌驱动的抢购潮和市场动荡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提前做好准备都是理性的选择。好了，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已经开始焦虑了。别急，深呼吸，听我说完最重要的这一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恐慌。恐慌是比任何灾难都更可怕的东西。当人陷入恐慌的时候，判断力会急剧下降，做出的决定往往会让情况变得更糟。预言不是判决书，它不代表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它只是一种可能性的提示。我们要做的不是躲进地窖里瑟瑟发抖，而是像一个聪明的成年人那样，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继续正常的生活。但是合理的准备是绝对必要的。历史上每一次重大危机，无论是金融海啸、瘟疫大流行，还是地缘冲突升级，最先崩塌的永远是供应链。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超市的卫生纸、口罩、消毒液在几天之内被抢购一空。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的时候，物价每19天翻1倍，一条面包都成了奢侈品。黎巴嫩金融危机的时候，银行突然宣布限制提款，老百姓一夜之间发现自己的存款成了无法取出的数字。这些都不是遥远的故事，它们就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
所以具体该怎么准备？第一，囤粮，不是叫你把家里变成超市仓库，而是确保你有至少2到4周的基本食物储备。重点是保存期限长的食品。米，这是亚洲人最基本的主食，保存得当可以放1到2年。面条和意大利面，干燥状态下保质期很长。各种干燥豆类，红豆、绿豆、黄豆、黑豆都是优质蛋白质来源。罐头食品包括肉类罐头、鱼罐头和蔬菜罐头。食用油、盐和糖，这3样是烹饪的基础，还有奶粉和营养补充品，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别忘了水，每人每天至少需要2公升的饮用水。如果你的家庭有4口人，4周的饮用水就是224公升，听起来很多，但其实也就是10几箱瓶装水的量。第二，备现金，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但很多人都会忽略。我们现在太习惯用手机支付了，但如果发生大规模停电、网络中断或者银行系统故障，你的手机支付和信用卡就是一堆废数据。专家建议至少准备相当于3到6个月生活费的现金，分散存放在家里几个安全的地方，而且要准备一些小面额的钞票，因为在紧急情况下，商家可能无法找零。第三，减少债务。经济下行或者崩盘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物价上涨，而是你欠着一堆债却突然失去了收入来源。如果你手上有高利率的信用卡债或者消费贷款，从现在开始就尽量还掉。每减少1分负债，你在危机中就多1分生存空间。第四，储备基本药品和日用品，感冒药、止痛药、退烧药、消炎药、止泻药、创口贴、碘酒、棉花棒、个人卫生用品、牙膏、牙刷、肥皂、洗发精、女性卫生用品、卫生纸，这些东西在供应链断裂的时候会变得比黄金还珍贵。2020年的卫生纸抢购潮你还记得吗？那只是一次预演而已。如果你有慢性病需要长期服药，一定要跟你的医生商量，看能不能多备几个月的药量。第五，学习基本生存技能。知道怎么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做饭吗？知道怎么净化水源吗？知道基本的急救知识吗？这些技能在太平盛世看起来多余，但在危机时刻可能就是救命的本事。网上有大量免费的生存技能教学，现在学起来完全来得及。第六，建立社区连结。在真正的危机中，孤立的个体是最脆弱的。认识你的邻居，加入社区互助群组，参与社区活动。历史反复告诉我们，那些拥有强大社区支持网络的人，在灾难中的存活率和恢复速度远高于独来独往的人。在委内瑞拉的经济崩溃中，那些邻里之间互相分享食物和资源的社区，就比彼此冷漠的社区度过了更少的苦难。第七，分散你的资产，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如果你有投资，适当的分散配置，考虑持有一些实体、黄金或白银作为避险资产，确保你的银行账户不要全部放在同一家银行。这不是偏执，这是基本的风险管理。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每当大规模危机爆发的时候，黄金的表现几乎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龙婆的追随者们甚至预言2026年可能出现第3次全球金融危机。如果真的发生了，那些提前布局避险资产的人就会感谢自己的远见了。第八，准备好你的重要文件，护照、身份证、保险单、房产证明、银行账户资料。这些东西平时可能你都随手丢在家里某个角落，但万一需要紧急转移或者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你可不想花半天时间翻箱倒柜去找他们。建议把所有重要文件的正本放在一个防水的文件夹里，同时在手机和云端各备份一份电子档。第九，关注但不要沉迷。这一点听起来矛盾，但非常重要。你应该保持对国际局势的关注，但不要每天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刷末日新闻和预言影片上面。过度的资讯焦虑本身就是一种伤害，它会消耗你的精力，影响你的判断力，甚至损害你的身心健康。每天花个10到15分钟了解一下最新动态就够了，剩下的时间用来好好生活，好好工作，好好陪伴你的家人。最后我想说的是，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人类最伟大的进步几乎总是诞生于最深重的危机之中。2次世界大战催生了联合国和现代国际秩序，大萧条催生了社会保障制度，
新冠疫情催生了 mRNA 疫苗技术的历史性突破。每一次人类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最终都找到了跳跃的方式，而不是坠落。阿南德自己也说了，2026年有正面也有负面，风险之外，好事正在发生，多把注意力放在正向的力量上。帕克也强调说，未来是可以改变的。预言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恐惧，而是让我们做好准备。泰国的 Play 师傅更直言，真正的应对之道在于内在的觉醒。所以2026年，即使真的如这些预言家所说的那样迎来巨变，那它同时也可能是人类文明升级的契机。关键在于我们是在恐慌中被动的承受，还是在清醒中主动的迎接。我再帮大家做一个完整的2026年关键时间线梳理，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谈到的所有重要节点。2月，土星海王星合相，宇宙重启按钮按下，同月美以联手打击伊朗，中东巨变。3月，全球局势持续发酵，多个地区的紧张关系同步升级。4月下半月，阿南德标注的第一个危险窗口，恐攻和冲突风险上升。5月到6月，各种能量持续累积，国际局势持续升温，恐慌情绪开始在社群媒体上蔓延。6月底到7月，多方预言交叉指向的高风险集中期，多重因素叠加，可能在这个时段引爆。7月24日前后，阿南德特别标注的星盘计算高风险窗口核心。8月12日，帕克标注的新月能量触发点，同月日月食周期启动，金融市场可能剧烈波动。10月到11月，帕克预言的日本毒气云和印度海啸可能时段。11月中旬，阿南德的第3个危险窗口，全球冲突和灾害概率显著增加。11月13日，物理学家冯·佛斯特在1960年预言的末日日期。你可能不太认识这个人，让我简单介绍一下。海因茨·冯·佛斯特是一位奥裔美国物理学家和控制论学者。他在1960年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上的一篇论文中，用数学模型推算出人类人口增长的速度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在2026年11月13日达到一个数学上的起点，也就是无限大。当然他本人后来也承认，这是一个理论极限值，而不是真正的末日。但这篇论文在2026年被重新翻出来之后，又引发了新一轮的末日恐慌。有趣的是，这个日期恰好落在阿南德标注的第3个危险窗口里面。把这些全部列出来确实很吓人，但我要强调，第3次也是最后一次。这些预言统统不是科学，他们没有经过实验验证，没有同行评审，也没有任何权威机构背书。每一位预言家都有过失准的记录。预言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100%准确，而在于它提醒我们去关注那些我们日常生活中容易忽略的风险。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最坏的打算，同时抱持最好的希望，把那些你能控制的事情做好，囤一些粮食，留一些现金，减一些债务，学一些技能，多认识一些能互相帮助的人。这些事情做了不会有任何坏处，但万一真的出事，他们可能就是你和你家人的救命稻草。希望6月到7月平安无事，希望2026年的所有恐怖预言都是杞人忧天。但如果万一，只是万一他们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呢？那些提前做好准备的人一定会感谢今天的自己。一位英国灵媒在2025年底发布的预言，竟然和天上星辰的运行轨迹精准吻合，你会怎么想？如果我再告诉你，这些天象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罕见格局，而中国古代的赤马红羊节预言，印度5000年前的纳迪叶棕榈叶经文，西方占星术的世纪级星象，3条完全不同的线索竟然在2026年这一个点上交汇了，你还觉得这只是巧合吗？先别急住下结论，我们今天不搞噱头，不贩卖恐惧，而是把所有的线索摊开来，一条一条的捋，看看天上和地下究竟在同时传递什么样的讯号。这期影片的资讯量会非常大，建议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认真看完，因为你在任何新闻里都看不到这些东西，但它可能比任何新闻都重要。我们先从帕克说起。2025年12月30日，帕克发布了一段年度总结性质的预言影片。他开门见山就说了一句话，大意是2026年不是普通的一年，而是清算之年，重置之年，文明转折之年。
注意他用的词不是动荡，不是变化，而是清算和重置。这两个词的分量，懂的人自然懂。什么叫清算？清算就是过去所有累积的账，到了必须一笔一笔算清楚的时候了。什么叫重置？重置就是旧的系统已经撑不下去了，必须推倒重来。他进一步解释说，过去多年他反复提及的那些判断，将在2026年出现某种引力聚合，开始同时兑现。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些原本散落在不同时间线上的预言碎片，将在这一年像被磁铁吸住一样，忽然聚拢到一起，集体爆发。就好像宇宙中有一只巨大的手，把所有的棋子一起推向了棋盘的中央，然后说，开始吧。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吓人？但如果你了解帕克过去的命中记录，你就知道这个人说的话不能等闲视之。帕克曾经在多数人还不相信的情况下，预测了川普时代的到来。当时整个西方主流媒体都在说希拉蕊会赢，民调也是一面倒。但帕克坚持说不对，他看到的画面是川普入主白宫，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了。他预测了英国脱欧，那时候连英国人自己都觉得不可能。他预测了欧洲的衰落和移民危机，在那个欧盟还如日中天的年代，没人把他的话当回事。他预测了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在冲突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专家都说这场战争几周就会结束，但帕克说不会，这会打很久。他甚至预测了加沙局势的恶化，以及针对川普的暗杀未遂事件。更离奇的是，他在2023年11月的一次节目中描述了他看到的一个画面。他说，我看到香港的一栋大楼在燃烧，不是成片的全都烧起来，而是几栋高楼在燃烧，像是一次蓄意的纵火，而且背后有政治因素。结果2年后，香港真的发生了世纪大火，震惊全世界。提前2年就看到了火灾的景象，甚至连政治背景都感知到了。这种精准度你用什么理论来解释？而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一次，发生在2025年12月4日。那天帕克刚刚预警说，2026年台海方向或者中美、中日之间将上演一场极其惊险的准危机。他用的词叫做雷达锁定式的战争彩排。请注意他的用词，不是真正的开战，而是雷达锁定，是彩排。结果仅仅2天之后，12月6日，辽宁舰就2次以火控雷达锁定了日本战机。火控雷达锁定意味着什么？在军事上，这等同于把枪口对准了你的脑袋，只差扣扳机了。这个事件震惊了整个亚太地区。你说这叫巧合？2天，只差了2天，连雷达锁定这个描述都一模一样。所以当帕克说2026年是清算之年的时候，你最好认真听一听，因为他的命中率不是玄学意义上的命中，而是带着时间、地点、方式这些具体细节的精准命中。但帕克的预言之所以让人真正感到不安，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的灵视能力，更关键的是，他近年来深入研究了印度古老的纳迪叶棕榈叶预言体系，发现这套5000年前就写下的预言，竟然和他长期感知到的未来高度一致。这就非常值得深思了。一个英国人用灵视看到的画面，和印度圣贤5000年前刻在棕榈叶上的文字，居然能对上号，这到底意味着什么？纳迪叶是什么？简单说，就是大约5000年前，古印度的18位圣贤在棕榈叶上写下了关于未来某些特定人物一生命运的记录。这些叶片代代相传，保存在极少数神秘的解读师家族手中，每个家族都恪守他们的秘密，代代相传，绝不外泄。据说到了今天，整个印度只剩下18位正宗的纳迪叶解读师。纳迪叶和一般的算命有什么不同？一般的算命是根据你的生辰八字或者星盘来推算你的命运，但纳迪叶不是，它是5000年前就已经写好的，写的是未来某一个具体的人。这个人可能在几百年后出现，也可能在几千年后出现，可能是印度人，也可能是地球另一端的人，但只要他拿到属于他的那片叶子，叶子就会为他指明未来的方向。你想象一下这件事的恐怖之处，5000年前有人就知道你会在2026年的某一天走进印度某个角落的一间小屋，拿到一片写住你名字和命运的棕榈叶。他是怎么做到的？很多灵媒都说，宇宙中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叫做阿卡西记录。这个世界中的万事万物，
所有一切的历史都记录在上面。如果你有能力看到这份记录，你就知道了这个宇宙的过去、未来和现在。美国最伟大的预言家之一艾德加·凯西就曾经访问过阿卡西记录。他说，阿卡西记录存在于另外的空间，他必须在睡梦中灵魂出窍才能看到。也许纳迪叶的圣贤们就是通过某种类似的方式接入了这个宇宙级的数据库，然后把他们看到的东西刻在了棕榈叶上。帕克找到了其中一位名叫维尼塔的解读师进行合作。维尼塔不仅能解读个人的纳迪叶，他还能从中窥见整个世界的未来走向。而他告诉帕克的内容和帕克自己灵视到的画面形成了惊人的互相印证。纳迪叶预言显示，2026年并非终点，而是人类开始真正看清未来的起点。这是一个断裂点，是混乱、重组与巨大觉醒同时发生的一年。请记住这个说法，断裂点，它不是慢慢变化，而是一下子断开，然后重新接上。旧的世界和新的世界之间会出现一条明确的分界线。维尼塔解读出的世界预言格局非常宏大，从2025年年底开始，一直到2030年左右，世界排名前5的国家将卷入一场战争。纳迪叶用极其诗意的语言描述了这5个国家：掌管海洋之国、龙之国、雪域之国、点燃佛灯之国，以及帝国废墟的守夜人。不难猜，这分别指向的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欧洲。战争爆发的时间大约在2026年10月到2027年10月之间，可能是常规战争，也可能是贸易战、网络战，甚至病毒战。但有一点可以放心，毁天灭地的核战不会出现。然而最让人揪心的预言是，这5个国家中有一个将受损最严重，整个政治体系会彻底瓦解，国家全面崩溃，面临重启。纳迪叶没有点名，但结合帕克多年来反复预言的内容，答案似乎不言而喻。帕克多次提到某位东方大国的领导人可能在2027年前下台，其健康状况将在2026年明显恶化，政治与身体的双重衰退同步展开。他甚至描述了这个国家在崩溃之后将进入重构期，可能走向多元分散的结构，类似欧洲模式。纳迪叶还提到了3种负能量，会在接下来几年越来越强。第一种是食物中的毒素，包括农药和各种化学添加剂。纳迪叶特别提醒，接下来2到3年中要尽量远离化学物质。第二种是来自电子产品的辐射，我们每天抱着手机不放，但纳迪叶说最好少用。第3种负能量，维尼塔说他也解读不出具体是什么。帕克推测可能是我们对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的过度依赖，导致智力受损，思考和记忆能力下降，精神变得脆弱。这3种负能量会持续增强，直到2029年达到顶峰。到那时，一种类似新冠的靠空气传播的病毒可能卷土重来，而且很可能是一种生化武器。好了，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地上移到天上，因为接下来要讲的东西才是今天真正的重头戏。2026年的天象用4个字形容就是千年罕见。首先是日食4连环。2026年2月17日，也就是农历大年初一中午12点，一个持续2分20秒的日环食缓缓扫过南极洲的上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太阳代表阳，象征君主，太阳被黑暗吞没，历来被解读为对君王的重大警告，不是亡国就是亡君，或者政变、灾荒等大祸。而大年初一出现日食更是极其罕见的凶兆。历史上有过先例，公元111年，东汉永初5年，大年初一出现了日食，几天之后就发生了大地震。钻天监下的去找皇帝，说这是阴郁成阳的天象，内宫权力过剩招来的。大臣们也纷纷表示不满，说是女主当政招来了上天的谴责，因为当时皇帝年幼，实际掌权的是邓太后。而在更早的南宋淳佑6年，也就是丙午年，元旦同样发生了日食。学者柴望忧心忡忡，遍搜诸书，编写了10卷，丙丁归建，呈给皇上，就是要提醒君王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但2026年的日食还不是最离奇的。2027年洪阳年的正月初一2月6日，同样的天象还会在几乎相同的区域出现。同一个地区连续2年，
大年初一出现日环食，这在有记载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你翻遍几千年的天文记录，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案例。而且2026年8月12日和2027年8月2日还会分别出现日全食，这两天对应的农历日期分别是6月30和7月初一，几乎就是同一天。农历7月是鬼月，7月15是鬼节，而7月初一是鬼门开的日子。鬼门大开那天，天狗把太阳吞掉了，你想想那是什么场景？特别是2027年7月初一的那次日全食，持续时间超级长，长达6分23秒，是一般日食的2到3倍。据说要再看到这么长的日全食，要等到下个世纪了。更让人震撼的是日食发生的地点，它将覆盖世界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区。埃及大金字塔，摩西带犹太人出埃及走过的红海，还有三教圣地耶路撒冷，都将笼罩在黑暗之中。4次日食，2年之内精准对应农历的重要节点，覆盖人类文明最神圣的区域。你说这是天文学的随机排列？如果是随机的，为什么偏偏落在大年初一和鬼门开的日子？为什么偏偏覆盖耶路撒冷和金字塔？然而日食只是开胃菜，2026年真正的天象王炸是土星和海王星的合相。2月20日，这两颗运行极其缓慢的外行星将在白羊座0度精准合相，这是占星界公认的世纪级重大天象，被许多占星师称为大重置、创世纪的时刻，甚至是全新文明的起点。为什么这么说？土星代表现实、责任、结构、限制，还有业力，它就像一个严厉的老师，逼你面对你一直在逃避的问题。海王星代表幻象、梦想、灵性、迷惑，还有集体无意识，它就像一层美丽的迷雾，让你看不清真相。当这两颗星合相的时候，就是幻象崩塌，被迫面对现实的时刻，迷雾散去，真相大白。这两颗星每36年合相一次，上一次合相是在1989年，两颗星在摩羯座11度左右相合。1989年发生了什么？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的序幕拉开，还有天安门事件。那些曾经看似钢铁一般坚固的体制，在那一年像纸糊的一样瞬间崩塌。再往前推36年，1953年，史达林去世，朝鲜战争结束，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出现裂痕。每一次土海合相都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地震和认知颠覆，而这一次两颗星不仅仅是合相，而且是在白羊座0度合相。白羊座0度是黄道的起点，也就是春分点，被称为世界的轴心，象征纯粹的重生和从零开始的勇气。任何行星运行到这个方位，它的影响力都会被放大到全球层面。有的占星师甚至说，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相合，可能几千年才能遇到一次。更重要的是，海王星在2026年1月底正式离开，它停留了10几年的双鱼座，进入白羊座，而且会在白羊座一直待到2039年。这在占星学中被解读为从双鱼时代的集体幻梦转向白羊时代的现实行动和新生，旧的幻想结束了，新的行动开始了。而且两颗星在白羊座0度相合之后，它们不会逆行回双鱼座了，土星会一直在白羊座待到2028年4月，这意味着这次的转变是不可逆的，没有回头路了。现在让我们把帕克的预言和天象放在一起对照。帕克说2026年是清算之年，天上的土海合相恰好代表幻象崩塌。帕克说这一年真相会大量曝光，谎言将被揭穿，爱泼斯坦文件只是开始。而土星恰恰就是那个逼你直面现实的行星。帕克说中东将率先爆雷，他根据印度占星术推算，3月15日之后世界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3月25日太阳与土星合相时将是冲突触发点。事实上2026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确实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帕克早在1月初就梦见伊朗核设施将遭受精准打击，预言战事在3月将进入第2阶段。帕克说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会倒台，结果1月份美国就对委内瑞拉展开军事行动，马杜罗被捕。帕克说独裁者排队倒台。帕克说俄乌战争会在川普推动下走向结束。帕克说台海之间可能出现飞机或潜艇相撞事件。
而日本正以二战以来最大规模向菲律宾派兵安装反舰飞弹的驱逐舰停靠横须贺，整个亚太火药味越来越浓。你把这些地上的事件和天上的星象对照起来，帕克所说的引力聚合不仅仅是他个人预言的聚合，更像是天上地下所有讯号的一次总汇合。天象的巧合还不止于此。2026年2月28日，正月12，六星连珠，水星、金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排成一条直线，整个北半球都能看到。8月份还会再来一次，一年之内2次六星连珠，密度极其罕见。而这次六星连珠和历史上靖康元年的天象竟然有些巧合之处。北宋末年，张继先密奏弘扬赤马之恶，结果靖康之祸降临，北宋灭亡。2026年恰恰就是60年一轮回的丙午赤马年。在干支纪年中，丙属阳火，午也属阳火，双火叠加，火气极旺。回顾历史，60年前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再往前60年，1906年清朝摇摇欲坠，每一个赤马弘扬年份几乎都伴随着天翻地覆的变局。帕克还提到了几个特别的细节，他在2015年的著作中就预言过巨大气体云威胁国家的景象。纳迪叶中出现了神秘地名亚马，帕克推论这就是日本古称大和。致命气体云将从日本周边海底火山喷发，4月15日到11月15日是极度危险周期。8月12日新月之夜是关键触发点，而那天恰好就是日全食。年底10月11月，印度南部恐遭海啸，天上的日全食和地上的预言触发点精准落在同一天。然而帕克预言中最让人意外的部分不是灾难，而是他最后留下的那段话。他说，这一切并非绝望的讯息，而是希望的开端，有一种高于一切的灵性能量正在守护人类。灾难伴随着伟大的觉醒，人类拥有透过积极思想和善行来改变未来的力量，集体的祈祷和正向意识能减轻灾难的影响。维尼塔也传递了类似讯息，纳迪叶的预言会随着当事人心态的改变而改变，做好事和祈祷的人，命运确实发生了转变。改变命运只有2种方法，做好事和向神祈祷，这和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完全一致。天象是警示，不是宣判。邓太后面对日食选择修正爱民，国祚延续。宋徽宗无视警告，靖康之祸降临。了凡四训说，命由我做，福自己求。也许这才是天上地下同时传递的核心讯息，不是你完了，而是你还有机会，但你必须改变。帕克最后还提到，地外文明真实存在，政府一直在隐瞒。2026年或许也是大揭露之年。如果这成真，人类面临的将是整个认知框架的彻底重建，而土海合相代表的幻象崩塌，最大的幻象也许就是我们以为自己了解这个宇宙。2026年，赤马年，丙午火上加火，天上日食4连环，土海千年合相，六星连珠。地上帕克预言逐条兑现，中东战火蔓延，独裁者倒台，亚太紧张升级，东方有赤马弘扬千年谶语，西方有占星世纪大重置，印度有5000年棕榈叶记载，英国有灵媒精准预警。天上地下，东方西方，古代现代，所有箭头指向同一方向。也许真正的大事确实要来了，但请记住帕克最后那句话，这不是末日，这是觉醒的开端。灾难来了又走，觉醒会留下。如果你能在风暴中保持清明和善良，你就已经做好了最好的准备。天上的星辰不会说谎，他们既不贩卖恐惧，也不给出虚假安慰，他们只是如实反映宇宙运行的规律，就像一面镜子，照见过去，也照见未来。而你站在镜子面前的你，才是决定未来走向的真正力量。古人说，天象就是天垂象，天对人说话，不是用嘴巴说的，是用星辰说的。问题是，你听到了吗？很多观众可能会问，赤马弘扬节到底有多准？我们不妨花一点时间，把历史上几个重要的丙午定位年份摊开来看。公元前195年，丙午年，汉高祖刘邦驾崩，汉惠帝即位，一代开国之君就这样走了，而他留下的政治格局为后来的吕后专政埋下了伏笔。
吕后掌权期间大肆清除刘氏宗族，几乎动摇了整个汉朝的根基。公元226年丙午年，魏文帝曹丕去世，明帝曹睿即位，三国格局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曹魏内部的权力争斗加剧，最终为司马家族的篡位创造了条件。公元586年丙午年，隋文帝开始大规模修建大运河的计划，这个看似伟大的工程实际上耗尽了国力，直接导致了隋朝的短命。第二年丁未年，隋朝的统治开始出现严重的裂痕。公元1126年到1127年，丙午到丁未年，靖康之变，这是赤马红阳节中最著名的案例。金兵南下，攻破开封，掳走徽钦二帝，北宋灭亡，数十万百姓被掠为奴，半壁江山沦陷。天师道真人张继先的密奏言犹在耳，可惜宋徽宗沉迷于艺术和享乐，根本没有把天象的警告放在心上。如果他当初能像东汉的邓太后一样积极应对，历史也许会完全不同。1906到1907年，丙午到丁未年，丙午年有丙午风灾等天灾，丁未年黄冈起义爆发，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整个清朝的统治已经到了末期。3年之后，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1966到1967年，丙午到丁未年，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传统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数以千万计的人被迫害，整个社会陷入了长达10年的疯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你把这些案例排在一起看，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模式？每一个赤马红阳的年份都处于某个旧体制走向末路的关键节点上，它不一定是突然的崩塌，有时候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但到了丙午丁未年，就好像到了临界点，旧的东西再也撑不住了，必须以某种剧烈的方式释放出来。而2026年到2027年的丙午丁未，面对的又是什么？帕克说的冰川式瓦解，纳迪叶说的一国崩溃，土海合相说的幻象崩塌，历史循环说的60年大劫，4条线索指向同一个方向。更巧的是，2026年还恰好处在9运离火的格局之中。9子离火运代表的是变更和战火，赤马红阳的双火再叠加9运离火，3重火气汇聚，这在中国传统风水命理体系中是极其罕见的高能量密度。除了那些大格局的地缘政治预言之外，帕克还提到了一些更加个人化的讯息，值得我们深思。帕克说，2026年也是真相之年，不仅仅是国际政治的真相，还有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真相，食品安全的真相，药品安全的真相，科技对人类影响的真相。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可能会在这一年被重新审视。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帕克说，人工智能的全面出现已经开始重塑世界的运行方式，但他暗示这种重塑不全是正面的，我们可能会在2026年开始看到人工智能带来的某些严重副作用，包括大规模的失业潮、虚假资讯的爆炸性增长，以及人类思考能力的退化。纳迪叶中关于3种负能量的预言，在这个背景下就显得格外有意义了。食物中的化学毒素、电子产品的辐射，以及某种尚未完全显现的第3种威胁。帕克把第3种威胁解读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对人类心智的侵蚀。我们整天盯着荧幕，让演算法决定我们看什么、想什么、买什么。我们的注意力碎片化了，记忆力下降了，深度思考的能力在萎缩，这不就是一种看不见的毒吗？帕克还提到了经济方面的预言。他说，国际经济将经历一轮奇怪的反弹式震荡，不是单纯的崩盘，而是在崩盘和反弹之间剧烈摇摆，让所有人都摸不住头脑。黄金价格将会飙涨，这是因为当纸币体系的信任开始动摇的时候，人们会本能地回到最古老的避险资产。而在科技界，帕克预言2026年会有2件突破性的发展，可能会重新定义人类和科技的关系。他没有明确说是什么，但结合天王星在2026年4月正式进入双子座这个星象来看，很可能和通信技术、资讯传播方式或者脑机接口有关。天王星进入双子座意味着未来7年，教育体系、新闻传媒、资讯立法都将经历颠覆性的重建。
2026年只是这股浪潮的起始之年。聊了这么多天象和预言，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作为普通人，我们到底能做什么？首先，不要恐慌，恐慌是最没用的情绪。帕克反复强调，这些预言不是为了让人绝望，而是为了让人觉醒。觉醒和恐慌是完全相反的二种状态。觉醒是清醒地看到问题，然后冷静地采取行动。恐慌是被问题吓傻了，什么都做不了。其次，关注你的内在状态。帕克和维尼塔都强调，在未来几年中，你内心的品质比外在的任何条件都重要。善良、正直、慈悲、感恩，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品质，在大变局中可能是你最强大的护身符。这不是迷信，这是一种非常实际的生存智慧。在混乱的环境中，一个内心平静、心态正面的人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远远高于一个恐惧焦虑的人。第三，减少对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的依赖。这一条不仅是纳迪叶的建议，也是现代心理学的共识。在资讯爆炸的时代，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比任何技能都重要。试着每天留出一段完全不接触电子设备的时间，让你的大脑休息，让你的心安静下来。第四，储备一些基本的生活物资。这不是末日生存主义，而是基本的风险管理。在任何大变局中，供应链都可能出现短暂的中断。有一些储备粮食、饮用水和基本药品，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的表现。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维护好你身边的人际关系。在大风大浪中，真正能帮到你的，不是你存折里的数字，而是你身边那些真心关心你的人。家人、朋友、邻居，这些都是你的安全网。不要等到危机来了才想起去经营人际关系，那时候就太晚了。帕克的预言，纳迪叶的智慧，天象的警示，他们共同传递的讯息其实很简单：世界在变，而且变得很快。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在这个过渡期中，外在的环境你控制不了，但你的内在品质你可以控制。你的选择，你的善行，你的心态，才是决定你在这场大变局中命运走向的真正关键。有人说，预言是写在沙滩上的字，海浪一来就会改变。但也有人说，预言是插在路边的路标，告诉你前方有弯道，让你提前减速。不管你更认同哪一种说法，知道前方可能有风险，总比什么都不知道要好。最后，我想引用帕克在他影片结尾常说的那句话，他总是在讲完各种惊人的预言之后，用一种温和而坚定的语气说，不要害怕，大灾之后就是大福。黑暗最深的时候，黎明已经不远了。而天象也在传递同样的讯息，土海合相代表幻象崩塌，但白羊座0度同时也代表纯粹的重生。日食代表光明暂时被遮蔽，但日食之后太阳依然会升起，而且会比之前更加耀眼。六星连珠代表巨大的能量汇聚，这股能量既可以带来破坏，也可以带来创造。关键在于你选择用恐惧的眼光去看这一切，它就是灾难；你选择用觉醒的眼光去看这一切，它就是机遇。天上的星辰已经排好了阵势，地上的棋局也已经开始移动，剩下的就看我们每个人怎么走自己的那一步了。好了，今天的内容真的就到这里了。我知道这期影片非常长，资讯量也非常大，如果你坚持看到了这里，我要真心的谢谢你。因为在这个短影片横行的时代，愿意花时间认真思考这些深层问题的人真的越来越少了。2026年的7月22日前后，整个宇宙的能量场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剧烈翻转。多位通灵师不约而同地传达了同一个讯息，他们说在那一刻你会感觉到时间仿佛凝固了，所有人类的动作好像全部停止，不是物理上的静止，而是一种意识层面的巨大暂停，仿佛宇宙按下了重启键，新旧秩序正在你看不见的维度中剧烈剥离。你的身体可能还站在原地，但你的灵魂已经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拉往了某个全新的方向。很多人描述那种感觉，就像是忽然从一场长达数十年的梦中醒来，四周的一切看起来都一样，但又好像哪里完全不同了。听起来很玄，对不对？但如果我告诉你，
这件事背后有着极其严密的天象佐证，有着跨越千年的预言呼应，有着量子物理学家都无法忽视的地球频率异常数据，你还会觉得这只是无稽之谈吗？今天这支影片，我们就来深入拆解这一切，从古老的星象周期到现代的舒曼共振异常，从诺查丹马斯到盲眼龙婆，从巴夏的平行现实理论到遥视者看见的新地球时间线，从中国民间的赊刀人预言到印度神童的占星警告，我们一层一层地揭开这个惊人拼图。系好安全带，因为接下来的内容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这不是一支普通的影片，这是一份关于人类命运转折点的深度报告。首先，我们必须从2026年最重要的一场天象事件说起。2026年2月20日，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精确合相。你可能会问，两颗行星靠在一起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告诉你它有多罕见。上一次土星和海王星在白羊座0度合相，是大约9000年前，大概是公元前7000年左右。那是什么时代？那正好是人类从游牧采集转向定居农耕的起点，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革命。没错，上一次这个天象出现时，人类文明的整个底层架构被彻底重写了。我们从到处流浪的猎人变成了盖房子种田的农民，从此有了村庄，有了城邦，有了文字，有了宗教，有了法律，有了阶级。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切文明形态都始于那个转折点。而这一次9000年后，我们又站在了同一个宇宙坐标上。你觉得这仅仅是巧合吗？白羊座0度在占星学中被称为世界点，它是整个黄道12宫的起始位置，就像一年的第一天，一首曲子的第一个音符代表着最纯粹的开端能量。如果你玩过塔罗牌，你会知道大阿尔卡纳的第0张牌叫愚者，那个天真无畏，脚下就是悬崖却依然往前走的旅行者。白羊座0度的能量就类似于此，站在旧世界的边缘，看似愚蠢，实则被某种超越理性的更高力量所引导。而在世俗占星学中，发生在世界点上的行星事件往往会在全球层面产生深远影响，牵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向。现在让我们来看这场合相的两个主角。土星是结构、秩序、权威、纪律、时间和因果法则的象征，它是那堵坚不可摧的石墙，是维持社会运转的骨架，是政府、法律、银行、边界线和传统制度的守护者。海王星是梦境、灵性、幻象、慈悲和超越的化身，它是那股汹涌而来的海啸，是模糊一切边界的迷雾，是让你分不清现实和幻觉的力量。当石墙遇上海啸会发生什么？石墙被冲垮了。但海王星不仅仅是破坏者，在旧结构的废墟中，新的愿景会从裂缝中萌芽。而白羊座的火焰能量让这一切不是温温吞吞缓慢发生的，而是猛烈的、爆发式的、充满原始冲动的。想象一下，把一桶冰水泼在烧红的铁板上，那个瞬间的蒸汽爆发，就是白羊座0度土海合相的能量质感。回顾历史，每一次土星海王星合相都伴随着世界秩序的重大转折，而且转折的方式都惊人地呼应着海王星溶解与土星重建的主题。1989年，他们在摩羯座合相，柏林围墙倒塌了。一个象征了整个冷战时代的混凝土高墙不是被军队推倒的，不是被炸弹炸开的，而是被人民的意志和时代的浪潮消融掉的。苏联随后解体，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不是被战争打败的，而是被意识形态的瓦解从内部融化掉的。那就是海王星典型的力量，它不用暴力摧毁你，它让你自己从内部瓦解。1917年，他们在狮子座合相，俄国革命爆发，沙皇统治终结，共产主义浪潮席卷全球。1846年的合相引发了美墨战争，改写了整个北美洲的版图，加利福尼亚、德州、亚利桑那这些今天美国最重要的州全部易手。1703年那一次，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旧世界秩序死亡，欧洲国境线被全面重划。彼得大帝更是在一片沼泽上建起了圣彼得堡这座宏伟城市，那是土星在海王星领地上造物的完美写照。每一次毫无例外，世界的游戏规则都被彻底推翻重来。你发现了吗？每一次合相的间隔大约是36年，而每一次世界都被改写了一遍。
但更有趣的是，如果你把这些事件连成一条线，你会看到一个清晰的模式，每次合相都比上一次更加深入地触及人类文明的核心。1703年改写的是国家边界，1846年改写的是大陆版图，1917年改写的是政治意识形态，1989年改写的是全球秩序和资讯流通方式。每一次瓦解的层次都更深一层，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往核心剥去。那么2026年这一次会剥到哪一层？也许这一次触及的不再是外在的制度和结构，而是人类意识本身。也许这一次宇宙要重写的不是地图上的边界线，而是你脑海中关于什么是真实的定义。而2026年这一次，它发生在白羊座0度黄道的最起始点。这不仅仅是某个领域的重组，而是一切的归零重启。占星师们把它称为宇宙大重置，一个持续36年的全新周期就此展开。前一个周期始于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那36年间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互联网和智慧手机改变了人类交流方式，金融资本主义成为主导力量，但同时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资讯混乱、信任危机和环境破坏。现在这个周期结束了，新的周期要求我们用白羊座的勇气去开创，用海王星的愿景去想象，用土星的纪律去落实。但在新的建立之前，旧的必须瓦解。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几年世界越来越疯狂，因为一个维持了36年的老系统正在死去，而新的还没有完全成型。你正站在这两者之间的裂缝里，感受着新旧交替的巨大张力。那种焦虑感，那种世界好像哪里不对劲的直觉，不是你的幻觉，那是你的灵魂在感知一场正在发生的文明级地震。好，说完了2月的土星海王星合相这个开场大戏，现在让我们把时间轴往后推到7月。为什么7月22日前后如此关键？因为在2026年7月26日，月亮焦点轴线将从双鱼座和处女座转移到水瓶座和狮子座。月亮焦点是月球轨道与太阳黄道交叉的2个点，在占星学中，北焦点代表人类集体意识前进的方向，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宇宙给人类设定的进化任务清单。南焦点代表我们需要毕业，需要放下的旧模式和旧业力。每隔18到19个月，焦点就会换一次星座，带来全新的集体命运主题，并启动一系列全新的日月食周期。你可以把每次焦点转换想象成宇宙剧院换了一部新戏码，所有人都是演员，但很多人还在按照上一部戏的剧本演出，浑然不知舞台布景已经全部换掉了。当北焦点进入水瓶座，意味着人类的演化方向将指向社群意识、科技创新、去中心化、集体解放和对更高公共利益的追求。水瓶座的核心精神是为了全体的福祉而行动，他不在乎个人的荣耀，只在乎整体的进步。而南焦点落入狮子座，则要求我们放下个人英雄主义、自我中心，对聚光灯的渴望和对权力名声的执着。简单说，就是从我到我们的巨大能量转换。上一次这个焦点配置出现是2008到2009年间，那时全球金融海啸爆发，华尔街少数精英的贪婪引发了系统性崩溃，最终催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和全球民众对金融体系的集体觉醒。而这一次2026年的版本，冥王星已在水瓶座扎根2年多，天王星也进入了双子座，开始它长达7年的思维革命之旅。那股权力必须回归人民的深层变革力量，已远比2008年更加汹涌澎湃。更惊人的是，在焦点转换的几乎同一时期，太阳与冥王星形成精确对分相。太阳代表生命力、核心身份和自我意识，冥王星代表死亡、重生、深层权力转化和灵魂的极限考验。这是一场意识层面的正面对决，迫使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制度直视一个根本问题：什么必须死去，什么值得存活。你生命中那些靠着惯性维持但已经失去灵魂的东西，那些你明明知道不对但一直不愿面对的关系、工作、信念和身份认同，在这股能量冲击下都将面临存亡的审判。宇宙不会替你做决定，但它会把你推到一个你再也无法逃避的位置上，就像老鹰把雏鸟推出巢穴一样，不是因为残忍，而是因为你必须学会飞。而7月到8月不只有焦点转换，让我们看看全球各地的预言体系怎么说。
印度占星神童阿南德在他的预测中特别标记了7月24日前9天和最后10天，作为2026年3个最需要警惕的时间窗口之一。另外2个分别是4月下半月和11月中旬。他指出这些时段可能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动荡或恐怖主义事件，但他也强调2026年同时可能是医学和科技大幅进步的一年，形容这将是相当精彩的一年。英国知名预言家帕克则根据他的灵视和印度古老的纳迪叶占卜分析指出，4月15日到11月15日是2026年的极度危险周期。他特别提到8月12日的新月之夜是一个敏感的触发点，木星、太阳与月亮聚集在巨蟹座，形成特殊的能量构型。他甚至预言日本周边的海底火山可能喷发，产生致命的毒气云，影响范围可能波及俄罗斯。而恰好在8月12日那一天，一场横跨格陵兰、冰岛和西班牙的日全食将笼罩欧洲上空，这是欧洲大陆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日全食，最长全食持续时间为2分18秒。日全食的路径从北极的冰原开始，穿越冰岛的火山地带，最后在西班牙温暖的阳光下结束。诺查丹马斯的追随者也在他的模糊诗句中寻找与这场日食的关联。虽然他的原文从未明确提到2026年，但他的诗集中充满了关于太阳被遮蔽和天空之火的意象。有解读者尝试用数字命理学的方式，将编号为26的诗句与2026年挂钩。其中一首提到巨大的蜂群将涌起，被一些人联想到社会运动或科技革命的隐喻。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诺查丹马斯写作时使用的是中世纪法语混杂拉丁文，他的措辞故意模糊不清，几乎任何重大事件都可以被套入他的诗句中。但有趣的是，他曾亲口对法国王妃说，如果1999年7月出现了某种神秘的另一种物体，恐怖大王的降临和毁灭就可以避免。400年后，人类安然度过了1999年，是预言失灵了，还是那个另一种物体真的出现了？这个谜团也许要到2026年才会逐渐浮出水面。把这些天象和预言叠加在一起看，你会发现7月下旬到8月中旬，宇宙为地球安排了一场密集轰炸式的能量冲击，焦点转换，太阳冥王星对分，木星进入狮子座，日全食接踵而至，全部挤在短短几周内。难怪通灵师们会说，在那一刻人类的集体意识场会经历一次巨大的暂停。不是世界末日，不是天塌下来了，而是宇宙在强迫你停下来，停下你惯性的奔跑，停下你自动驾驶式的生活，因为你必须在这个岔路口重新校准你的频率，决定你要走哪条路。这就像高速公路上的强制减速带，不是要阻止你前进，而是提醒你前面的路况完全不同了，你需要切换模式。说到频率，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科学界一直在默默观测但很少公开大规模讨论的现象——舒曼共振。1952年，德国物理学家温弗里德·舒曼预测了地球表面与电离层之间存在一种电磁共振，其基频约为 7.83 赫兹。这个频率后来被称为地球的心跳，它主要由全球雷暴活动驱动。每秒钟地球上大约有1000到2000场雷暴同时进行，这些雷电产生的极低频电磁波在地表和电离层之间来回反射，形成驻波，就是舒曼共振。同时它也会受到太阳风暴和地磁扰动的影响。几十年来这个基频一直相当稳定，但近年来全球各地的监测站记录到越来越频繁的异常振幅尖峰，在某些时段活跃的谐波带攀升到10到11赫兹甚至更高。监测频谱图上出现大片的亮白色区域，被观测者称为白化现象。用一个比喻来说，如果 7.83 赫兹是地球心跳的根音，那这些更高的谐波就像地球在根音之上唱出了更高8度的旋律。根音没有消失，但音乐在扩展，音域在变宽。这里有一个非常迷人的细节，你可能不知道。7.83 赫兹这个地球基频恰好落在人脑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的交界区域。阿尔法波大约在8到12赫兹之间，是你放松但清醒时的脑波状态，比如闭目冥想或白日梦的时候。西塔波在4到8赫兹之间，是深度冥想、灵感涌现甚至濒临入睡时的脑波状态。地球的心跳频率恰好踩在这两个意识状态的边界上，这纯粹是巧合吗？有些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为了和地球的电磁场共振
而设计的。我们的意识和这颗行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层的电磁共鸣关系。当地球的心跳改变时，人类的集体意识状态也会随之波动。许多敏感体质的人报告说，在舒曼共振出现异常尖峰的日子里，他们会经历严重的失眠或极度嗜睡，无法解释的头痛和太阳穴压迫感，高频耳鸣，突然的极度疲劳，莫名其妙的情绪海啸，比如突然想哭或想大叫，但找不到任何合理原因，以及心悸或胸口闷胀。松果体这个负责调节褪黑激素和睡眠周期的微小腺体对磁场极其敏感。当舒曼共振剧烈波动时，松果体收不到正常的关机信号，你翻来覆去睡不着，做着极其逼真异常鲜明的梦，醒来后比睡前更累。如果你最近几个月有这些症状，但去医院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也许答案不在你的身体里，而在地球的电磁场里。而2026年正好处于第25个太阳活动周期的极大期附近，太阳表面的黑子活动、太阳闪焰和日冕物质抛射将达到11年周期中的峰值。这些太阳事件会直接冲击地球电离层和磁场，改变舒曼共振的腔体结构，使其产生更剧烈、更频繁的震荡。历史上最著名的太阳风暴事件是1859年的卡灵顿事件。那场超级太阳风暴导致全球电报系统瘫痪，操作员被电击电报纸自燃。如果同等级事件在今天发生，全球电力网络可能大面积瘫痪持续数月，通讯卫星可能报废， GPS 导航可能失效，互联网可能断线数周。想象一下，全世界同时停电停网，所有人类的动作是不是就真的全部停止了？所以当通灵师们用灵性语言描述7月22日的暂停时，也许他们看到的和科学家担心的太阳风暴场景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用了不同的语言。一个用的是灵魂的语言，一个用的是数据的语言，但他们可能指向同一个现象。让我们再想得更深一层，如果太阳极大期的猛烈闪焰冲击地球磁场，而地球磁场的变化通过舒曼共振直接影响人类的脑波和意识状态，那么在7月到8月那段天象最密集的时期，我们的集体意识是否可能真的进入一种非寻常的状态？不是物理上的静止，而是一种集体性的意识模式切换，就好像全人类同时从日常的清醒模式切换到了那种介于梦与醒之间的奇异频率。在那个状态中，你对现实的感知会和平时完全不同，时间会变得粘稠或跳跃，直觉会变得异常清晰。你平时被理性头脑压抑的那些深层感知会浮出水面。也许这就是通灵师们所描述的所有动作停止的真正含义，不是外在的静止，而是内在觉知的一次巨大跃升。好了，现在让我们把视角拉到更宏观的预言体系。巴夏这个由达瑞尔·安卡通灵传讯的多维度存在，40年来一直在传递关于现实本质的教导，在全球灵性社群中拥有庞大的追随者。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叫做分裂棱镜。他说，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现实分裂，地球上同时存在着多个平行版本，而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振动频率正在被导向不同版本的地球。他的比喻很直观，想象你原本只能看到一个电视频道，但现在你的接收频宽忽然扩大了，你同时看到几个完全不同的节目叠加在同一荧幕上，画面变得混乱嘈杂，令人困惑。角色在打架，同时又在跳舞，你根本分不清哪个画面才是真的。巴夏说，这就是当今世界极端两极化的根本原因。不同的人不是在看同一个现实，但有不同意见，他们是在经历客观上不同的现实版本，而且双方都坚信自己看到的才是唯一的真相。你注意看看身边是不是就是这样？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的反应可以截然相反，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仿佛他们根本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巴夏说，这恰恰是现实分裂的第一个症状，最终这些版本会彼此越来越远，直到你再也感知不到另一个版本的存在。巴夏特别强调2025到2027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关键的演化窗口。他说，崩溃是突破的必要前奏。当前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混乱，包括制度的瓦解、政治的极化、人工智能的爆发、自然灾害的加剧，这些不是随机的噪音，而是一个更大的时间线汇聚过程的一部分，是地球为接下来的重大转变所做的准备。他甚至预测2026年底到2027年初将发生某个标志性事件，让人类再也无法否认我们不是孤独的。他说，这可能与不明飞行物有关，
第一批显露身份的可能是卯宿星人，接着是混血种族。他说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在幕后进行了数十年，各类型的外星存在已经与一些科学家合作了很长时间，创造和引进了某些东西和想法。不管你信不信外星接触的说法，巴夏的核心讯息其实很简单，在这个关键窗口期，你的选择，你的振频，你每天喂养的情绪和想法决定了你最终会落脚在哪个版本的地球上。遥视者伊丽莎白也看到了非常类似的讯息，她透过多年训练的遥视技术，声称能将意识投射到不同时空场景中提取资讯。她描述说，一开始进入遥视状态需要45分钟到1小时的高度集中，但经过多年训练之后，只要闭眼几秒，大脑就自动发问你想去哪里，然后迅速切换场景。他最初也怀疑那些画面的真实性，直到他遥视到的某些未来事件接连应验。关于2026年，他传递了一个核心讯息：2026年是锚定新地球时间线的年份。我们不会一夜之间跳入新现实，但这是新地球时间线正式凝聚的起点，而每个人都站在选择点上。你想滋养什么频率？和平、合一、宽恕、爱，还是恐惧、愤怒、分裂、执着？你的想法、行为和环境构成一种能量场，就是你正在喂养的时间线。你喂养哪条，它就会在你的现实中变得更加真实和稳固。这个概念乍听之下很抽象，但你仔细想想，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当你心情特别好，充满感恩的日子里，好事接二连三的发生；而当你陷入恐惧和焦虑的螺旋时，坏消息也像是约好了一样排队来报道。也许那不仅仅是心态影响感受这么简单，也许你真的在通过自己的频率，在不同的现实版本之间做微妙的滑动。保加利亚王眼龙婆巴巴万加这位在1996年去世的传奇灵媒，也留下了2026年的多条预言。他曾精准预测过戴安娜王妃去世、911恐怖攻击、英国脱欧和新冠疫情等重大事件，当然也有过不少失准的预言，比如哈利王子登基和普京被暗杀都没有发生。关于2026年，他预测战火会从东欧烧到中东，而就在今年2月底，以色列和美国联手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攻击，这让许多追随者大为震惊，因为他的预言又一次似乎部分应验了。他还预言2026年将出现毁灭性天灾， AI 全面改变人类生活，甚至在11月会发生与外星智慧的首次接触。他描述一艘大型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而在东方中国民间也有着独特的预言传统。2023年秋天，神秘的赊刀人在辽宁和河北多地出现，他们衣着朴素，笑容和善，用一种几乎消失的古老方式留下预言。有人拍到河北承德的一位赊刀人，他说刀子3年后收钱正好指向2026年。有人问他3年后找得着人吗？他沉默了，不再回答。那个沉默比任何话语都更令人心惊。说到这里，我想聊一个很多人忽略的角度，古代文明的宇宙周期观。我们现代人倾向于把时间看成一条直线，从过去到未来不断前进，但几乎所有古老文明都认为时间是螺旋式的或周期性的。印度教的瑜伽系统把宇宙时间分为4个不断循环的时代，我们目前处于加利瑜伽，也就是最黑暗的时代。但根据某些计算方式，这个黑暗时代正接近尾声，人类即将迎来一次集体意识的觉醒。玛雅历法中，第5太阳纪在2012年结束了，但玛雅长老们一直强调，那不是世界末日，而是一个过渡期的开始。真正的新时代能量需要10几年才能完全锚定。如果从2012年往后算14年，恰好就是2026年。中国的易经也有着类似的周期观，认为宇宙运行遵循着阴阳交替、物极必反的规律。当阴暗到了极致，光明就会降临，否极泰来。当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计算方式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窗口的时候，你很难不开始认真思考。也许他们看到了某种我们用现代科学工具还无法完全测量的宇宙韵律。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全景式的整合。第一块拼图是天象层面，土星、海王星合相开启9000年级别的文明重置周期，焦点转换将集体业力导向水瓶座时代主题，日全食横跨欧洲。冥王星在水瓶座推动权力结构变革，天王星进入双子座启动7年思维革命。
凯龙星进入金牛座，开始价值观疗愈；海王星进入白羊座，开启直到2039年的灵性行动新周期。一年之内，6个重大行星周期同时启动，在现代占星记录中几乎史无前例。第二块拼图是地球物理层面，太阳极大期带来电磁环境巨变，舒曼共振异常活跃，全球地震频率上升。别忘了2025年3月缅甸那场 7.9 级大地震造成的巨大伤亡。第三块拼图是地缘政治层面，中东战火、大国角力、人工智能重塑社会、民众觉醒运动此起彼伏。第四块拼图是意识觉醒层面，越来越多人经历直觉增强、预知梦、共识性事件、灵性社群，从分散个体凝聚为集体意识场。第五块拼图是古代智慧层面，印度瑜伽周期、玛雅历法过渡期，中国赊刀人预言和周易的物极必反规律全部在这个时间窗口交汇。5块拼图叠在一起，一幅惊人的画面浮现出来，它不是末日，它是产房。旧世界正在经历最剧烈的产前阵痛，新地球正在被推挤出产道，而7月22日前后可能就是阵痛达到顶峰，同时也最接近新生的时刻。数字命理学也支持这判断。2026年是宇宙一年，2+0+2+6等于10，1+0等于1，1代表全新开始、内在力量、灵性主权和自我领导。这个频率正在支持每一个愿意觉醒的灵魂。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也是我今天最想传达的核心讯息。每位真正负责任的通灵者都会告诉你，预言不是命运，而是可能性。就像《与神对话》那本书里写到的，通灵者看到的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未来，而是你现在的选择所导向的某个可能路径。你可以再选并改变结果。宇宙是一片巨大的游戏光碟，所有路线、情节和结局都已存在。但最终走哪条路是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在每个瞬间做出的决定。那么面对这样一个宇宙级别的转折点，你具体可以做些什么呢？第一件事是降低噪音，有意识地选择你的资讯来源和摄取量。你的注意力是你最宝贵的能量货币，你把它投注在哪里，那里就会在你的现实中膨胀。如果你每天花3个小时滚动刷那些贩卖恐惧的新闻和末日论，你就是在用自己最珍贵的能量去喂养恐惧的时间线。第二件事是扎根身体，在意识快速转换的时期，你的物质载体需要额外照顾。充足睡眠、纯净饮水、与大地的直接接触，比如赤脚走在土地或草地上，规律的深呼吸练习，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在能量剧烈波动时具有超乎想象的稳定效果。第三件事是回到心的中心，每天花5分钟安静地将注意力带回胸口的位置，感受那里的温度和跳动，不需要任何复杂的冥想技巧，只是安静地待在那里。你会发现，当你从心出发时，很多让你焦虑的事情忽然不再有那么大的力量了。第四件事是寻找你的同频伙伴。2026年是觉醒灵魂彼此相聚的一年，那种只有我一个人醒住的孤独感正在消融。不要再独自承担了，去找到那些和你共振的人，哪怕只是网络上的一个社群，那份连结会给你比你想象中更大的力量。第五件事是留意同步性事件。在能量加速的时期，你会发现巧合越来越多。你刚想到一个人，他就打电话来了；你刚对某个话题产生好奇，就在书店偶然看到一本相关的书；你在梦里看到的场景，第二天就在现实中出现了。这些不是巧合，这是宇宙在和你沟通的方式，它在告诉你，你走对了方向，继续前进。当你开始留意和感谢这些同步性的时候，它们会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仿佛宇宙在回应你的注意力，用更多的线索来引导你。有些人称这种状态为心流，有些人称之为与道合一，巴夏称之为跟随你最高的兴奋。不管你怎么称呼它，那种当你的选择和宇宙的韵律同步时产生的轻松流畅感，就是你走在新地球时间线上的最佳证据。说到人工智能，我想特别展开聊一下，因为这可能是2026年除了天象之外最具宇宙剧本感的一条线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工智能恰好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爆发？为什么不是10年前，不是10年后，偏偏就是在土星、海王星合相、冥王星进入水瓶座、天王星进入双子座这个宇宙大重置的视窗里？冥王星代表深层的转化和权力结构的瓦解，它在水瓶座意味着科技将成为打破旧权力格局的工具。
天王星代表突然的革命和范式转移，它在双子座意味着通讯、思维和资讯传播方式将被彻底颠覆，而人工智能恰恰就是同时触发这两者的那把钥匙。它既是打破旧体制的力量，又是重新定义人类思维的催化剂。盲眼龙婆也警告2026年将是 AI 全面控制人类生活的一年。他甚至提到了 AI 反扑人类的潜在危机。巴夏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不是与灵性觉醒对立的，而是它的镜像，是人类集体意识中正在发生的转变，在物质层面的投射。你怎么使用 AI 取决于你的意识水平，它可以是解放你的工具，也可以是奴役你的枷锁。还有一件事我想特别提一下，就是梦境。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你可能会发现，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很多人的梦变得越来越鲜明，越来越离奇，越来越像是在另一个世界的真实经历，而不是普通的梦。有人梦到大规模的天灾场景，有人梦到自己在一个完全陌生但又莫名熟悉的世界中醒来，有人梦到已故的亲人带着某种紧急的讯息出现，有人梦到自己在上课或接受某种训练，但醒来后完全想不起内容，只留下一种学到了很重要的东西的感觉。从占星学的角度，这和海王星进入白羊座有直接的关联。海王星是梦境的主宰，当它进入新的星座时，人类集体的梦境品质和内容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从舒曼共振的角度，在电磁环境剧烈波动的时期，人脑更容易进入西塔波状态，而西塔波正是深层梦境和灵感下载的频率。所以如果你的梦最近变得特别奇怪，请不要忽略它们。事主在床边放一本笔记本，醒来后立刻记录你梦到的内容。你可能会在那些看似荒谬的梦境碎片中发现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关于你接下来该走哪条路的线索。另外，我想特别聊一下很多人在这个时期经历的一种奇怪感受，我姑且称之为灵魂倦怠。这不是普通的疲劳，也不是抑郁，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疲倦感，好像你的灵魂已经在某个层面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累到不想再动了。同时，你可能会对过去热衷的事情忽然失去兴趣，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经历莫名的疏离或重组，你可能会有一种强烈的我不属于这里的感觉。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些，请放心，你不是一个人。这是旧时间线和新时间线在你的生命中进行切换时的典型症状。旧的正在从你的能量场中剥落，新的还没有完全锚定，你暂时处于两者之间的无人地带。这个阶段会过去的，你需要做的就是允许它发生，不要抗拒，不要急着用旧的方式去填补那个空虚感。那个空虚不是需要被填满的洞，而是一个正在为新事物腾出空间的容器。想象一下9000年前的那个清晨，某个远古的人类拿起一粒种子，第一次把它埋进土里，然后站在那里等待。他不知道会长出什么，他的同伴可能觉得他疯了，好好的去打猎不好吗？为什么要把食物埋进土里？但就是那个看似愚蠢的动作，开启了农业，开启了文明，开启了一切。他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9000年周期的起点上，不知道他那个小小的举动会改变整个物种的命运。他只是跟随了某种内在的直觉，某种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冲动。9000年后的今天，在同一个宇宙坐标上，你又被邀请做出一个同等量级的选择，而你比他幸运得多，因为你有了语言，有了知识，有了全球互联的通讯网络，有了数千年的智慧传承，来帮助你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也许这一次我们要播下的不是谷物的种子，而是意识的种子，从建设外在的物质帝国转向建设内在的觉知殿堂，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共振，从分离转向合一，从恐惧转向爱，从我要更多转向我已经足够。2026年不是一个普通的年份，它是一扇门，而7月22日前后可能就是那扇门开的最大的时刻。当通灵师们说所有动作全部停止，也许他们真正想告诉你的是，停下你外在的忙碌，停下你追逐名利的脚步，去聆听你内在的声音。因为在那个宇宙暂停的缝隙里，在新旧秩序剧烈剥离的震荡中，你的灵魂会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告诉你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你相不相信占星、预言或通灵，有一件事是东西方所有智慧传统都同意的，当外在世界越动荡，内在的安定就越重要。当系统越崩塌，个人的清明就越珍贵。当集体越疯狂，你的一份宁静就越有力量。
佛陀在菩提树下悟道时，外面的世界照样在打仗；耶稣传道时，罗马帝国照样在压迫；老子写下《道德经》时，天下照样在纷乱。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等世界和平了再来修行的时机。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世界动荡，你的内在觉醒才更有价值。一盏灯在白天亮不亮没什么差别，但在黑夜中，一盏灯就足以照亮一整条路。2026年也许就是那个最黑暗，同时也最需要光的时刻，而你就是那盏灯。你不需要相信任何预言，你只需要相信一件事：你来到这个时代不是偶然的，你选择在这个时刻存在于地球上，是因为你有某种东西要去经历、去贡献、去完成。也许那就是你的灵魂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而现在在2026年这个9000年一遇的宇宙坐标上，宇宙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说，嘿，该醒来了。新地球的时间线正在凝聚，而你是它的一部分。你准备好了吗？